如果有一天我能成，有没有可能谁先上手？我也是大哥，你是大哥，对。前期先进医院应该也是攒能量，不要着急交，骗一下，看能把人逼出去。奥特已经在外面了，绕了一圈。他不会真想走吧？哦，好像有点说吧，没看到，小蚂蚁跑过去了，坏了，没看到，有点糟糕，有点难看到。就观战视角能看到，有透视，有点白光能看到。他那个说实话很急啊。抓教授，这个位置可以起个笼子了。但第一波围笼基本上都要被盾给破掉。看能不能像处理条下那样来一个双盾。单向龙，哎呦，弹到了，这也能弹到。我感觉蹭上了这刀。哎，没拆完，那给刀了呀。飞轮顶掉可以，但还是有刀。正塔已经可以了，对，已经可以了。2个笼子打一刀，他原理这是够的。你下一波没技能，他不像魔术师啊，他这个技能真空期好长。对，50秒呢。这个理解好深，不愧是大哥。他从左侧的那个墙体钻出来的，他这个对，因为背后是飞龙，背后是飞龙，有点厉害。这个单向龙，我怎么比他们慢一点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重新抓一下那个流，重新串一下那个流。击倒节奏很快，手里还伸闪，要来救的话得要2个人来救，那密码机也不够。不是40、41、42、42、43，对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要不要开宝呢？往脸上抽，直接打嘛。这教授还有个被动啊，你这直接打也他想开2阶，对呀，摸的是开2阶，但是2个出刀，但是我2个平 A， 再起个这是我的骑士的玩法。哦，骗掉了。回头这刀有了 ，OK， 很帅。可以，骗一刀不够啊，保了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吧。教授感觉不如魔术师啊，他们怎么不抢魔术啊？可能想团队增益。有可能。因为教授有鳞片给队友，但是魔术师就只有单6了。所有人都来过这个废墟，所以密码太慢了。哎呦，他传过来了，厉害啊！你看这个大哥在失误的一瞬间立刻弥补，夸张。思路真挺好，感觉大哥应该不会下首发了吧？他这个操作啊，绝对下不了啊！还差2台数据，前面数据面板都看得出来。差2台机子，哪怕冒险家，通缉冒险家。哎呦，好爽！这通缉冒险家超爽，2个人在脸上秒续节奏了。对，马上40，闪现还在手，这拿什么6啊？无敌了，还能卡一张一半的书页。那机子少好多。这个那不闪吧？谁闪了？不然这个龙没了的话，再拿2刀就复杂了。这里逼一下翻，然后准备后撤步。来看一下这个龙怎么放。放的不是特别好。八字走出来，但是人已经翻进去，有点难进了。还得等下个龙。板子踩掉之后要拖好久。这样的话，穷者等于少1台机，救完人看能不能捡树叶，在那个附近再补一下。这个位置应该是到了。插台整是牧师得过来，他们还挺需要冒险家身上这个树叶的。对的。他这个不敢追挂到因为他追的话，到时候可能跑丢了。那到时候木偶师捡完之后是有小，但现在其实他可以针对谁救人就抓谁就好。对你来一个我打一个，只要这个树叶求生者用不出来，能排到吗？差很多，差一点，但方向是对的。秀到了大哥，大哥回头。是我木偶师不好救了，不好救了，不好拆龙的。可以交个路易啊，离子表交路易硬拆。哎呦，没围住。双龙交路易，那也还好。树叶已经被捡了，不打，打针对，等这个人救下来以后打木偶。对，没问题，打木偶师没问题。我觉得他现在很好打呀，把人往这一挂，他3板这台密码机也是废的。3板这台密码机都是废的。那个不是。看那个人形师，看着木偶师，它自愈比较慢，可以慢慢攒能量，就跟蜘蛛一样放在那里，
先外面压一压，压一压，再把人挂了，这样手上能量很多。主要是挂了，他这2个人没法救人，感觉要4了。完全不着急。嗯，这样说的话，要冒险过来扛刀，然后骑士过来救。然后还得抢3板那台，就3板那台还得抢个什么3、4，抢点20，抢个20。对啊，抢20。还是没看到。现在很富有啊。我觉得他就正常手椅吧，就正常手椅，不用出去看了。对，因为走太远的话，猫头皮到时候是可以回去修3板那台的。对，把3板这台给管住。哎呦，直接到脸上，帅啊！还得一个后撤才能抵消。直接放龙，直接放龙，直接打了。但是那边冒险家好像要过来了，好像来不及。会偷吗？来得及，因为没愿力。是的，打到了冒险家身上，那直接撞冒险家。抢了。抢15%的机子，但是带着树叶倒了，那机子就不够了呀。是的，绝对不够了呀。再逼一下路易，逼个路易可以挂人了，挂骑士。怪不得说大哥还是大哥呢。哦，还是挂冒险，只能挂冒险家。莫尔斯是过半，冒险家是2挂。嗯，这他也知道树叶可能在冒险家身上。哎呦，这也能震慑吗？他第一波预判的技能，然后大哥直接出刀打了一个震慑，太猛了！知道。哎呀，再来一个又一个震慑，抓了，这个数据刷满了，无敌了，大哥！这是第1人队啊 ，IJL。对啊，但这也是大哥啊，大哥真牛吧！圣心医院人类优势图啊！佛教阳可不管你什么人类优势图，角色强度，再加上一楼哈数熟练度高，真够高。别拿大哥不当2哥，难道 QTD 要先翻阿克西子吗？还得是大哥，真有可能。IJ 大哥带来的这个优势吧，他这个万一牵制不起来就难受了，对，可能被续节奏的。所以这个位置直接放娃娃，然后本体拉出去了，娃娃上楼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本体的位置，能意识到。直接去找本体了。前面这个位置可以接一个笼子，把板子封掉。哎，先踩吗？带了快踩。嗯，一刀。对，反正就留娃呗。嗯，反正娃娃在外面，穷着剩下3个嘎嘎猛修，飞轮都这一圈绕不了了。嗯，40秒秒掉。好在说娃娃能修，但中场2楼没机子，机子在1楼，得去半圆。这脚可以踹出去了 ，M 的机子要被踹了，守墓人应该是43的那一台。嗯，那刚好无伤了呗。嗯，无伤没关系啊，这个节奏可以了。嗯，对，其实还是愿力了。还想让娃娃多修会。对，而且你看守墓人不可能秒救，那不秒救的话，守墓人也要持刀。对，其他人可以保状态，在机械师椅子上得坐满才有收益。嗯，哎呦，对，让他坐这么一会儿，机子也才修了20。那看来这次到时候倒地淘汰的时候，机子应该也才娃娃扛刀80左右。不是，他娃娃在半圆，娃娃在修，还在鸟笼，还在鸟笼修呢。他想拉走，留下一波再交飞轮多修一会儿。对我感觉这个飞轮没必要，只要这个双板太难溜了。也正常，因为他在搏命期间嘛，感觉也交了也溜不过这个搏命期间。亏，挂回去。那也还好，他第一波踢的守墓人的密码机也就踢了30多。对，踢的43。嗯，不算很多，但还好，两边都能接受。来了，莫尔斯想来操作一下，直接补2个笼子，一个拆掉，2个拆掉。面前太好拆了，可以卖了，就是多修会儿。嗯，这要机械师自己牵制了。哦，一个单飞轮，好像能废这个龙。对，这个龙应该拿不到刀了，但是有博弈，有博弈顶一波，很漂亮。飞轮这么教的话，那下一个龙应该是打倒。哎，翻脸上倒了。娃娃才修60，没找人摸嘛，守墓人其实可以找那个摸一下。对吧 ？M 现在抢机子，那台机子始终是要被踹的，他守墓人不可能修亮。嗯，对啊，找一点找娃娃摸的话，后面打拉扯。对啊，守墓人最后1秒跑到半圆去找娃娃，挺好的。对，去接娃娃的摸啊。哎呀，娃娃也费40愿力。
对，娃娃白修了，踹起来 OK。两脚下来，求生者这把要了，修6台。守门人这里提前下板，还是怕被发现了。嗯，满产被打了，只剩一个残产了。嗯，也可以啊，不过没关系，都是砍2刀的事情，别倒。但那个残产不一定能砍到刀。对，这个残战基本上进去，他得立刻出来了。这个残战。对。哎，想换追，最能溜的麦咪。对。哎呦，这刀抽到了。这个以为要后撤到他板后面，然后他交魔术棒反走了。哇，猜的真好吧？找到了。拆到了。他耳鸣一亮就知道位置在哪儿，直接一个笼子投过去了。哇，直接头铁过。运力还省下来，那这局基本上就是不好救了，就是4了。对，而且大门3连啊！我的天，踢墙3板加半圆，完蛋了。手里还有市场第3将马上还出来了呢。嗯，一会儿木偶师教路易得拆很多笼子，根本救不了。3板跟半圆是遗产啊，这2台还是离得近的，根本没法破译了。3板60，然后鸟笼是30，好像2台都30了。这个人也没法救。就是麦咪那一波，一个魔术棒给刀了，很伤，没有满血救不了了。但没办法，你看卡基利他熟练度多高，就刚刚在这个废墟这个板区，他是在空中去调整自己视角，导致自己从左边出来，然后压迫到这边的魔术师身位的。这细节多够啊！随意换挂了，反正守墓人过半。机子守在脸上，所以卡基利完全不着急。他站在这台机子脸上，一个30米的笼子是稳定能够投到鸟笼里面去的。哦呦，这个铲来不及，没得反应，不挂，哪怕反应过来了，不能挂，这个守墓人是挂飞。对，万一一会走地窖了，没用啊，愿力还够，救不了。然后射带走，帅！哇4抓，他们这个天赋带的就不对呀、你跑1个的局，你带4个回合反招，搞得跟真3跑一样。你多带点双弹飞轮，或者说飞轮化险为夷这种，这木偶师他也能操作，对吧？但真要说的话，就是机械倒太快了，机械40秒倒地，有阿都还没开修。再加上这把机子对于成人来讲刷的不好，鸟笼机子刷在1楼了。其实那个点位是我的话，我也不会直接出医院的，我感觉我会上2楼先玩一会儿。那他想把娃娃分开嘛，本体拉出去，然后自信啊！你也重新上3个球，对，都不播吗？然后没上 FL 的版我都会播的，对，都会看。什么意思？不帮我推荐，只帮鸭哥，我完了，我记仇了。你这个人他妈在这边躲了这么久，冒出来的，一句话不说啊，讲到这种涉及利益关系的东西，第一个跳出来，太小人了，有懒兔。关键时刻出现，好不好？笑死！我在背后盯着你们呢。那卡皮利那把4抓，哇，一个双中击，直接拿一刀，不是他怎么上的呀？他怎么上3颗球啊？一个双击起，他在同一个轮盘里面吃了2球吗？吉吉，嘿，吉吉，完了，说实话，完了，很危险。失常的呀！如果倒得快了，后面再往中场一踹，那不又跟第一局一样吗？对，现在说一阶开起来了，空中飞人双击起来有9秒钟，应该就是等下一个空中飞人先上到一下，再这个位置可以了，直接翻过去就好了。因为双球要来了，因为他有绕场谢幕。哎，反走，一样的土球 OK 击倒也没问题。哎，前锋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我说吧，多痛苦啊！这就是我们说的情况呀！你不太兴奋，你这个打撞下来再打3个球，而且你没有双击起，没绕场谢幕，很痛苦的。太痛了。倒地市场看看中场有没有机子吧，有机子可以去踹一脚。肯定有的，前锋就是中场来的，但是他现在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前锋？处理，抓得快就行。前锋现在有飞轮，他不怕，看这个飞轮。他现在没技能啊。哎呦，飞轮被顶掉，骗掉了。
绕场谢幕直接转起来，以为要出刀就先交飞轮了继，续保了呀。下一个双王惊喜，直接可以签了，其实可以签了，可以技能上杀了随机了。还要杀了他呀，但是这个可以上杀这个地形卡住非常绕了，场谢幕来喽还有1秒钟 OK， 空军已经交空军不自己了，要了，没办法，中场刚好60，哎，刚好刚好60，踹，刚好踹。那无敌了。学校现在处理 OB 位的唯一方法就是把 OBA 处理掉等，于2台密码机上椅呗。哎，定人的位置再，排人。但反方哎，向了为什么，不去踹？不敢，他怕人被偷，前锋的四合院26的空间机子太大四了。对，合院的机子前太远了。锋接近满球，对啊，不是你这一偷中场前锋没了，就真的没了。无伤。飞轮，哎，飞轮，哇，还被顶了，血亏卡基里这一波。那卡基利说实话，这手飞轮闷在手里了呀。但是他这个双重惊喜还是非常准啊，这2个球还不拉吗？啊，这么省吗？还不拉？你下波谁还来救你啊？没有化险为夷了。火灾来救的，地下室，地下室那卖了吧？啊，满球也给你卖了，满球啊！满球也卖，满球哎，赌球，赌球，能赌到吗？没赌到，没赌到来不及没赌到对，跳下去了已经。满球也给你卖了呗，不然的话到时候送双倒，再送地下室节奏多亏啊，没搏命出不来的。他主要没回光返照，有回光返照的话，感觉还可以再救一下有点极限可以救。对，救一下他满球拉出来。哎，外面机子都在修，直接拉出去了，深追呗，倒在外面，感觉救一波都有机会够了。直接传人没了，还能续节奏。可以就看这一波 M 怎么牵制了，能不能拖起来？哇，根本拖不了。又一个沉默，给白球吗？有点贪了。但省球是可以省的，它算一个安全身位。他现在道具很多，脸上这台遗产要被架在这里了。双重历史只创造一颗白球，还有一波复用，看下有没有红球，红球打到漂亮。好准啊，卡基里这个。但卡克利这把前期市场没有用啊，还是亏。前锋这个球感觉只能留给空军的呀，空军什么时候去地下室逛一逛呢？零元购一下。但排到空军的位置了，知道你刚刚在大概这个方向，双重惊喜排出来人耳鸣起来，那就知道你在沙报废墟最角落。对，那边密码机还在修，又指一波，再指一波能指出来，炸了呀！那个球没人能用了。这局估计要直接亮了。QTD， 但是空军，你别说他有飞轮，有回光返照，有机会能拖到机子够，然后跑一个，但也就顶了天了走一个。牵起来了，牵起来 OK，那就没机会走，差一点点，这密码机差1%，不需要插刀。给我的感觉，他们冲者像是直接在打排位传还找得到，4了呀！再见了，朋友。上把阿克西子人类要不是被四抓，感觉都又是一个2-0了。卡基里这状态也太好了。QTD 这里太奇怪了，其实前锋打个换挂，求生者是赚的，但后面不26，太不明白了呀。就你哪怕顶着搏命，你把球交了也行啊，为什么不交啊？交完还不会倒地下室，你只要不倒地下室，你随便往那个木屋角落拉，往废墟里面拉，救一波都有可能够。火灾秒救，地下室的秒救，火灾自己怎么活呢？前锋拉个板球消失了，机子不够，把人挂地下室，市场都没用过。没了 QTD 了，感觉上来讲是真的在打排位。哇，只能说你毁了我们3兄弟。什么原不原谅的，你这 OK， 我已经。你看人家阿克棋子他就懂，他不用带那么多回光返照，说实话。反正不一定能有。好，激素一下，不会抓吧？不太会抓入列。会找古董。古董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哎，这能蹲吗？这艾维也能蹲吗？哎，传的大方。没有，阿斗这里是以身犯险啊。
吃到70侵蚀度，你不抓我，我就跟密码机爆了。哎，亏了灯牌，感觉 TB 会3盒的灯牌，谢谢。就是为了保你啊，这感人的队友情。太感人了。这直接买了啊，给1刀了，这是不是可以啊？这正常来讲，不是得有飞轮的他才能进圈吗？他往右边那个板，右边那个地窖点那边有板可以走的。他这不正常，他主要是，这个转点就有点问题了。那说白就是不想出去，就想在大房溜，对，不干扰任何机子。但还有个飞轮，看一下飞轮能不能秀起来吧。弹射先造一波，但还得回这个板。哇，大哥这么稳吗？这都不闪，闪现，交了。等交互再打。感觉熟练度怎么样？目前来说还看不太出来。对，可以，倒还可以。感觉这把还是反吗？阿斗自己救吧。多一点。不对，不然救人会跑过来，自己密码机又得慢好多。从那个木屋跑过来，2救跑1局就够了。直接先去中场，哎，先摊一刀，坏了，没摊成。酿这里也帮队友扛压。导播怎么说？导播他们在休息了。导播宣传一下我们 OPH 的佣兵时装，说是那很好了啊。就有些那种古董商殴打人的那种血腥画面是不太好放出来的。应该主画面手机黑屏了，我感觉。就日服古董商在殴打监管者的那种血腥画面不太好放出来的，说实话。再看一下，现在入殓师好像走到陶片里面去了。OK， 正常了。那这样宣传时装，那不得不买了。我已经买了啊，我只能说我已经买了。买了+1啊，买了+1。但这把密码机不是很多啊，就算它回复起来，我觉得也不太够。说实话，救一波也不太够。主要是还有伏笔啊！但他们跑1局啊，先相信吧。哎呦，有双倒吗？没有。49。就阿克西子很擅长，就是远端帮队友扛压力啊，侵蚀度直接吃满。踹过头了，坏了，2级还交了，那有飞轮的，难受住了。90，前面飞轮卡了，侵蚀度可以卡。反正哪里有陶片，现在去哪里。对他没进陶片，飞轮卡掉就行。大房有，这个是传过的，所以蹭一下边把侵蚀度卡了，一定没问题。90蹭掉，没蹭掉没事，他留着飞轮进板，而且距离还挺远的，更细节，你知道吧？直接亮了，飞轮开战，完了，坏了，毁了，大哥没办法了，尽力了，只能说，预判闪现，再交闪 OK。14人好像去不了小门了，来不及了，而且点的是大门，好像点的是大门，大门比较多，大门小门都是开点，大门多一点，绝对没有机会的。Mono 这里是一个诱饵。满血有户外，对，无所谓。感觉随便走地窖了呀，99随便走地窖了呀，一个户外还能吃一刀呢。坏了，3跑了。虽然再看一眼就会侵蚀度拉满，但是他不看就好了。而且这个距离就算看了也没所谓了。对，看了也没关系啊，吃一刀这是佣兵啊，没关系啊。太痛了，大哥！导播还要运镜啊。这一个就是人皇到时候是有机子的，他这样跑飞轮，主要是其实喧嚣抓心理还真不好抓。你第一刀开的太晚，他应急一直在。那万一他第一个双惊喜上3个球呢？小概率事件。直接选择一个陈云拉墓地。远程看第2个双重惊喜能不能上，反绕到了，拉近身位了，拿第一刀，热场羡慕，好快的刀，漂亮，3D 也是有东西的，可以，踩板很快，又是一个陈云，带了快踩，但是马上开1阶了，偷袭一下。这边谁？咒术，
哦，双色，风技能了，烧着技风技能了，能，风技能了，哎，但是这波白，哦呦，还是给他交出来了。是的，他这波退的有点太远了，他想回头上那个白的，但退的太远。刚好出纳也是反走，所以两边距离拉开了。那下个双重惊喜，看能不能一发命中。像你跳过去直接上白的，那就直接空中飞人结束。能稍微干扰一下，能踹这台，踹了起飞了，刚刚干扰一下图纳。但这个阵容哪怕踹了也没关系，因为撑着中后期的 OB 能力很强。这前锋还没来呢，这前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，说实话。好像就没打算让前锋来，就让周叔救算了。周叔救完还能攒一下，救完还能陪跑，别吃双打就好，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双人机还在 CD。飞轮直接开着包了。这里有没有肥胖流的机会？肥胖流可以跳空中飞，人直接翻，拆个红，这等签啊，周叔没来，而且没前红，锋已经在往这边靠了。但前锋出场来的有点晚，对，前读锋完高中了，准备考大学。他想把自己第一台补掉再过来。而且其实阿克西斯现在不用打那么拼，他甚至可以套个化险为夷，不管了算了对，。然后正常保。万一前锋没保好，然后自己被续上节奏了，就多抓面了。但前锋要没保好的概率比较小，这是喧嚣对他来说没有太大压力的。但主要是气象也没什么拯救价值，没回光返照，也没道具了，真得卖这个倒。是，这个倒是。套个搏命算了。要不卖的话，双岛直接续节奏了。对啊，就怕续节奏。哦，他还防的很多，阿伊塔基很谨慎。这4了，下一场还要3，对的，8-1啊。其实保平就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阿克西斯保平至少已经赢了，结束还得看净胜。就算4了，我也不对挖人抱希望，好吧？被2把4抓。我有，那没办法呀，直接上双球。阿克西斯监管太猛了，走位躲一下小白球。感觉这里咒术还是有侵略空间的。有咒术师是那种，哎，但抽刀哎上了一个球，对，还差掉一个红球，那感觉走位好危险。再翻，双城进没下过去，回头再偏掉。去踹墓碑吧。想先把小门子来踢一脚，踢不踢呢？他应该是想签人。先挂再踢。哦，现在就不能挂了，签都签不好签了。前锋来了，哎，拉球了，可以空中飞人回去挂人。 64的哦，莫洛皮那还要等一个，哦呦，撞晕，那还可以。 81了，能摸起来吗感觉不行快能自愈了，能撞下来。哎呦，炸了！3层侯一交，这一波就撞下来，直接一个3层侯，有点难他受。拖出了心里外面的一整台机。这就是为什么喧嚣真的很怕 OB 位，但凡 OB 位下来还能溜的话，就真的很痛苦了。 就喧嚣这种，他虽然不插刀吧，但是自愈还有 OB 下来的收益太高了。嗯，插个白，拉一波，市场没机会切了，看能不能拦到阿斗。哎，原地传送吧！暂停！完了！怎么是原地传送啊！我的天哪！马伊塔基他想去拦，毁了！他那台刚好开了，他这个方向是啥也没有，只有椅子了。他那台刚好开了，哇，太痛苦了！太痛了！还好在咒术师手里没猴。哎呦，这就是人生吗？还是能救，有飞轮。 密码机一会儿也压好了，主要是刚刚麦他翻过去之后没抢压，他现在至少能拿周叔一刀，但周叔有猴，他就不至于被秒，直接亮下来，没挽留，想来蹭3层猴，哎，已经带入进麦他给人了，
真的太痛了。他太想死了。太难受了。你别说他传过去，如果打断移情，然后机子还不够差一点的话，真有四面。把人挂一铲是有机会来回打四抓的。前方还有地窖，要往4号冲吗？没球了，应该就是也没保平了，就保平在这里牵制保平了，没什么说法了。插个白，走位很秀，但没用，走不了，架死了，寸步难行，无力呀、但说就是复仇所以就要看3K 能不能拿一个3抓。来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把，直接往先知脸上走。这把终于换人了，前两把都是 GG 走6。这波有刀哦，鸟还没回来，得吃刀了。细节先炸猫，鸟都没怎么吸，很难吸。鸟还是被猫克，而且它现在不是那个这个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。持续时间是吗？如果是给队友的话，他那个插刀不是会加快吗？对，比以前快了一些。哦，最哎后呦顶鸟，招下就可以。这波有点可惜了。如果是沉默跳的话，感觉会好一点。他是跳沉默，但还是3只猫。 3只猫倒了，闪现吃不出来，对的，而且也没啥26空间，后面鸟都没怎么吸的，吸不了。基本上你能看到使徒能吸鸟的距离，它就可以跳你。猫吃鸟，飞行家已经过来了。无脸出现。总能找到第5人格一些非常合乎那个规律的事情啊。看到飞行家可以把猫拉回来。哎，不好救哦。A 晕 A，悬停。A 闪，哇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是有双倒。哦，不想这是双倒。他是晕 A， 然后是2段晕，所以晕的短。他晕 A 完以后，2段晕立刻触发，因为他2个猫在同一个位置。但不得不说，卡卡卡他这个想法很好。确实。万一是把自己闪现给秀没了。对啊 ，A 晕。想在万一 A 晕不是亏炸了吗？那这把使徒平局往上了呀，这先知一定活不到机子够。想修小门直接挂小门，这么远牵过去，带快摇不炸了吗？但是没带啊，没带的话你不炸了吗？这就是平时应该是有健身的，对自己的臂力非常有自信。对的。赶走得护摸先了，保平。还在修哎，一会滋滋要过来操作吗？然后守墓人补滋滋的接。先主动出来蹭晕可以，第2只猫有点晚。哎呀，还晕了个大的，可以。倒教堂，然后能操作。那小教堂可以把猫拉到密码机旁边不让修啊。也没那么好操作，感觉一个猫左飞轮，第2个猫直接沉默了。咬到了吗？这个猫咬到了，而且它门封住了。这个猫逃跑了！猫还很大，好客之道，对，跟不上，完全跟不上。好客之道，有底牌的直接切下去跑。赶机子看能不能赶上吧，感觉有点难。得打3人3跑了，不然净胜没了。对，感觉好像强开啊。目的是飞行家是多的啊，另一个压机，不能去抓守墓，守墓是开门战最能溜使徒的。对，而且这个飞行家没有悬停了，没有高喷，会好突破一点。再加上使徒手里开门战是有技能的，倒还好。省了猫，把飞行秒了，有机会能保一个3抓。滋滋想去保一下，你先交背包，我来帮点4，门点了。守墓人直接点门。哎，这个跳这个跳坏了，回旋跳说是。但是这边点4要拦的很难受了。留闪，
先骗一个飞轮漂亮，然后闪现再收。那现在怎么说？A 约不是 A 他没必闪要开这个钻石啊！你开的钻石跑的虽然不好快一点点刺，了，对不好点刺，了你没有办法回头点刺，或者说考虑说直接交云门拉升位什么的。那最后保平倒还好，倒还 OK。少丢一个金圣，那就一个金圣，恭喜阿克西斯了。其实是什么？卡卡卡很细，它有7次 MVP，兄弟们。五角羊那么所以说波长选在右下角。啊好，现在我的回合是吧 ？OK， 直接来找 Emiko， 直接进墓碑，第一个围龙不交啊。中场也先拉点了，很聪明。我想了一下也不行，万一他没打到6分钟，不是亏了吗？啥也不用讲了。啥也不用讲了，沉浸式观赛。应该是攒了阅历，还是去找小说家？小说家看一个隐喻能不能废一个龙啊？废不掉就进跛脚羊节奏了。但这个点位高低差好，挺好用的。看一下，先问高低差，追的是我们抠神来了，黑龙换位，先一个黑龙直接逼掉。在酸蛋这个位置有可能要不小心有跳到刀了地下室，要小心点。秒了呀。第二个隐喻估计都不好吸出来，兴奋也好了，吸出来兴奋也好了，直接一个围龙就秒了，还要地下室的那种，把人拉回来，有飞轮非常轮手第二招直接拿到。哎呀，真没办法，还是没办法魔术师好使这是没办。法跟你们说了，就是魔术师好使。小说家牵制跛脚羊，就看第一个隐喻能不能废个龙，废得了 OK 溜起来了，没废了完蛋了。2个龙，落地刀吗？哎呦，没打到，他是主动出来的。他主要是兴奋还没逼出来啊。哎，还卡了一下位，那有双有倒机双倒会，机会，后撤龙双倒有没有？漂亮，打到总部了出来了，对的。而且他这个头还是歪的啊，他吸不到隐喻。OK，吸了，车拦了一下。吸出来也没用，吸了多兴奋一开，对，兴奋在手。伤害你猜。再转一波。兴奋，对哎，兴奋都快哇，完慢了，哈夏，啊哎呦交慢没了。事没事没事没但事，是有一个黑龙，对，你就从结果论出发，这一波其实是什么？故意的，这也能故意吗？故意的。要强行挂地下室了。离椅子更近，你懂吗？要是直接兴奋的话，打倒了以后，你看这离椅子还远一点。 OK，原来是这样解决的吗？是的，太厉害了。只要我能而且说，我就能圆。而且他打这个双倒其实还挺赚的。这守墓人等到上挂了以后，他都还没起。黑龙，再补，得补。这拆的很慢啊，有落地刀机会吗？不敢下去啊！这个笼子，他其实笼子放失误了，他反正不是，他那个就是落地刀龙，嗯就是你必须下去，你得先拆龙，拆龙就吃落地刀。对，他是把下面包住了，把下面给包住了对。，我以为他是想包一个那个，把上面让他跳都跳不下去，然后把这个小说家给淘汰进入卡过那种笼子。哦，上砖，完砸了个了，头。漂亮，打得好啊！这砸个头。不过密码机还差太多了，主要双倒那一波赚。又要进地下室了，巴特喽，感觉坏起来了。坏起来了。这个真坏起来了。但守墓人可以进地下室，嗯其他人做不到，守墓人做得到。而且刚才守墓人还去钻了一波地下室，跳了下去，就对，交了个铲子下去，哇想救人，然后手里还点进柜子了吗？然后点进柜子了。还要再来一次，再救一波。这把机子是有平面的，下铲了，没意识到吧？他想直接去换杀了。直接管外面的心理。哦 ，Emiko，Emiko 绕住，哎呦，这波绕的很好啊，把围龙给拖掉了。对，很极限，帅的。给 Emiko 新封一个封号叫秦王，啊，为什么秦王因为他刚刚在绕柱啊， ？OK，他是要管中场这台妙雅机了。哈萨获得一个新称号叫荆轲啊。刺秦是吧？
这刀有点，哎打出来，倒没拆掉关系的话隔着墙来个15米龙，这么看的话，时感对，长了直接切市场，应该那完了呀是密码机现在差2台了，因为不要收中场六人后面基本上也修不了。落觉地刀刀，哎呀，打到了路易上，但是也可以接受吧，毕竟没有擦到啊，，至少没擦。下一个龙就可以接受，可以倒了接，受。而且还能压遗产。就求生者中场这台还在修，有绵针这张地图吧，你中场要是被踹一脚，等于这台机完全白修了，因为你中后期减员局，中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去破译。监管者走2步就到了。是的。有点像那个打风眼红教堂的中场那台密码机，你一开始要是修不了，你后面就再也修不了。对，再也修不了了，你哪怕就80-90都没用了。哎呦，救不了了，没道电力值是具。够的，哎，失单人误间完了。再补的。哦，我刚刚阅历不够。对，他这个龙是不是小了一点啊？他怕大了直接他大了可以单向龙啊上过去，大了可以单向龙啊，就是哦过百单龙也可以，但是哦，不还在修，完了，巴图鲁，感觉秦王联赛第一 battle，感觉秦王这个称呼要换人了。门口这也要还卷，在抢中场，这个的反杀，我们想一个，反杀荆轲吗？有吗？飞轮，但那个飞轮他是预判哈萨出那个镜子直接给的哦。感觉只能去修那台49的机子了。现在打拉扯，人类的道具已经消耗差不多了，状态也差不多干了，必须要再打一波大节奏，不然的话再踹一脚，你看中场就是白修。对，巴图鲁想干嘛？想摸道具吧你？能摸吗？还是在等独我得到啊栋找机会修独栋的机制，啊、但是哈萨这边给的压力很大。愿力多，随便换。哦，有板子，而且刚刚摸一下守墓人以后，还是有点血的。交完自己的路易，那最后也自己也变成白板，是可以被处那理掉。等这个路易结束中场机的强修啊，哦，2个人抢，发现了中场机的强修，他约里子还挺多的，这一波站中间打2边啊！这一波再逼一下，一会儿莫斯那边可能又要挂第二次了。他就站在中场跟那个独栋机子的中间，守一台，2边机子都能暗杀。哎呀，这里给到了，位移啊，那现在有点糟糕了。另一边给心里把入列士莫斯移情。可以把莫斯状态调好了。对，木偶师，我老看这个人形师，我就念成入殓师了，我真服了。还能撑吗？撑不住哎了，撑不住了。到了那现在 AIZ 倒地，另一边 Battle 必须得出来，没人修机了，还是一个多抓局。巴图鲁还能操作吗？联赛第一 Battle 能这个距做得到吗离？包修不下来的，太远了，只能跑。主要他得是愿意够。拖心理去抢中场哦呦，上来直接踢脸，太夸张了。啊！这里被打路易，他为什么那钻不过去啊？他为什么不他其实反向钻过去拆？拆会好点，对啊，这样距离还能近一点。这样的话，离密码机也很远。在外面的话就根本救不了人了。什么都做不了了，守门人过半了，心里还在压机。他们想跑一个，看能不能拖到心里压好。然后马上了，强开，哎，单人间，你拆我也拆，哎呦能量还给到了能量震慑能量吗？机子可以，是够的可以签不了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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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的。那心里还能受伤，那个回光返照加速去救人，这一把竟然能跑一个，甚至保平，是的，一个反向龙，巴图鲁板都不敢进，哇、路易小加加速躲了速，一刀，很帅，愿力不够啦，巴图鲁溜起来了，不愧是这把不会 IGL 真能保平吧？怎么是慢翻呀？这这 nice 个啊板，这个板，哦，这不要不是个慢翻的话，还能再玩会儿。一人点一边门，但脸上还有一个 AZ 手里是没有自己的，但是没有耳鸣，感觉哈萨应该要走了，鸣金收兵，不一定。哎看到听到了，又看到有意识到了听到了，那就是一这个三抓么精准的拍也可以人吗？八字楼知道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人来卡，再一个震慑，但底牌早已经切过市场了，过不去了。没错，
所以留下这个3抓就可以了。尽量的去赶一赶他，有点。有点吓人吧。都是自己人，都是自己人。同样的兴奋，同样的兴奋。然后，但这个时候往中场走，要去压一下求生者的位置啊。他很想看求人。嗯，有点思路，有点想法，但是不多。他想追求人，好追吗？有点找不到人，说是。对，哎，看到脚印了，找到了已，经走掉了。无所谓。你看似他在逛街，实则他在偷偷的蓄力，偷偷的攒愿力，而且一会兴奋好了，直接秒你求人。哦，好快！秒了呀！黑龙囚徒翻过这边来了，把拆掉了，但还行，再补一个。啊，直接交兴奋，哎，这不交，手里还有一个黑龙，飞轮，漂亮！哇，强行挤了一点位置出来，这兴来奋还得及吧？省下来了。出刀好急啊！那还能溜到下一个围楼。嗯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真不错了。给一刀，那还能牵制。有点亏啊，刚才那一波。哦呦，这个对龙的理解，真夸张吧？但是这个击倒速度来说不算快啊，一马机2台半。他其实如果提早交兴奋的话，他可以提前20秒左右把它挂上椅。他比较节省，看得出来。想骗吗？直接拿一刀，正常救援愿力值，26飞不了龙就没用，是的，连个电做一下最后的贡献，再倒个角落，挂到9点。技能一直没交，求生者能不能猜到是兴奋的？Cat 已经压过来了，攻击到了小说家。带兴奋的话，他最喜欢的就是二抓去抓小手家了。嗯，而且这个阵容也没有人能把这个兴奋逼出来。但 Cat 这里再套个搏命，哎呦，哎带完了，了无伤了哟，还行，还行立刻还行补了一下这是。愿力消耗。哎呀，还是无伤，啊，太痛了！打到，哎后面被呀，车撞了。完了，这怎么能被车撞了有？人被车撞了，扛个双倒，侧刀打到魔术身上，这代价有点大了。有飞了有电，得练起来了，这下真求人了。真得溜起来了，再不溜起来有点尴尬了。电车哥哥，喂，电砸，逼个兴奋。我鸟跟车打了一波配合，说是，但这波双倒还挺赚的，他有机会找到魔术师可以立刻续节奏，但是能找到吗？估计难。他选择去外面逼人了。逼麦肯的道具，第一次见到，竟然是监管的好伙伴吗？电车哥哥，你这家伙，也是操作起来了。那能找到就那个我们经常能看到那种就是车碎羊龙，车水，能不能蒙出来？落一刀再防马伊肯，黑龙，他没看到那个笼子边上黑了一点点吧，黑黑的对，啊还是意识到了这一刀是笼子在的情况下打到的。这挂一波大遗产，一会儿看能不能拖到下一波底牌好切时底牌可以长。踹。就挂个地下室也很香啊地下室，挂地下室也很香。先挂地下室，因为挂地下室基本上要救的话，小说家很难出来。小稳多抓说家必须了把这台目前先开了，然后压外面那台。但是文鸟不可能让他开这台的，直接逼，直接逼救，，对，不让你开这台，那你外面就得别开掉让两。个人出来，哎，自己来个黑龙，把自己封还行还行，上面了。愿力值还在，自己的龙愿力值还在凭什么让。你们拆？自己拆，一个换位，有刀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是 Sasori 出不来， 94也再来一个龙，再来个笼子，他已经没领域了，完了，双倒时长一切岂不是4抓？可以切，可以切，可以完全切一，切啊！哇，他好清晰啊，文鸟，去
他太清晰了。两人地下室，魔术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哪怕机子够了也没办法操作。这一脚踹出去，稳死了，真让他找到机会试了，文鸟。稳死了，稳死了，稳死了。有的有的，兄弟有的有的。现在这个小说家其实不着急挂，他还得担心。哎，看到人了，哎，看到人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牵着气球刀，嗯，要看一下无敌气球刀，好像挂外面呗无效了，挂外面，反正机子你也不够，外面哎，反正收不了差半台呢。对，修也修不了，飞轮顶吊很漂亮，但是人已经掏了下来，啊，还没掏，还没掏呢，还没掏呢。但是手下换位了无，杀，笼子再补出来，但是无伤总得倒一也个，总得倒一个。没什么办法呀，没用啊这个密码机开不了。他只要站在这里，然后再拖个20多秒，求生不能休息，他还能再踹一脚。嗯，我说白了，现在监管者直接到椅子啊，直接到电机面前不动都可以。就硬等愿力，等时长。对，开始了，先踩个板吧。求生者开始多修了，啊，这夺球那不更是难上加难？我还抽到刀了，能拖小说家自愈。3、2、1，先看能不能击倒。我的这里如果打倒的话，没自愈了。没志气，其实神进入1分半前那脚市场踹下去，都已经奠定这一局了。对，那脚时长下去，穷者就无力回天了，结束了，没有办法已经结束再操作了。跳楼没跳，还行，求稳。在这边骗，但是他不急的呀。小说家没志气，他可以站在地上慢慢的等到这个魔术师挂飞。嗯，真别说文鸟这把四抓打得好啊，鸟黑说话，四是真牛啊！鸟黑说话，哎，不会吧？负伤了，还把自己关了，完了。鸟黑先别说话，鸟黑先别说话。等一下，不着急，给到 OK 还可以，机子不够，慢但性四抓也是小说家四抓，爬到楼上去了，慢性四抓也能是四抓摸起，来。能摸起来，挂飞了。嗯，但这大副这边飞了两个人，好像也没什么太多操作的空间了。机子亮不了就没事儿，再踹一脚。再踹一脚呗。 40，还是可以继续找。但两个人，一个卡在楼上，一个往外走。但外面如果再去开新机的话，那更不可能开啊。除非这一波文鸟找人找到不知天地为何物，先找个2分钟。找个2分钟，再去地下室排一天。这波上面应该有小碎片 OK，的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小碎片的。听呼吸也行，受伤有呼吸。嗯，哦，可以。非常细节。黑龙不拆龙也走不了。飞轮很极限，但是没道具了。但是这里原理值还是非常的充沛啊。哎呀，极限没拆掉。小说家到外面去碰了一下密码机，小乌鸦。但是小说家说恨不得这是联合狩猎，我摸个针出来。这把还真就联合狩猎，电车哥哥塞了一把。是，要不是那个电车哥哥帮忙撞了一下，不然那刀魔术师扛到还有点机会。嗯，你再小溜一会儿。这把拖到现在，可以说 FL 的求生者他们的一个韧性真的很强了。还在尝试这个残局能不能去争跑一个了。摸不了道具就没机会。哎，有名了，二米有名了。看到脚印，看到吗看到？OK，看到了。OK， 你就小索里，你现在就当做这是16，这是你的16，你的任务是吸个隐喻出来，然后就牵背一个楼。制90秒，牵制90秒就有机会能够走地窖。好，那算了，这个8字走位，可以。一个抽刀直接抽死了。梦想破灭了，但 Kato 后面还有机遇啊，还有高手。都不挂，不挂。他知道他是没志气的。
牵一块他啊，就这反方向找魔的排人吗术？去就好了。哎，魔术是刚才上我独栋打倒的呀。而且其实魔术的淘汰进度会更多一点。多一点，对，完全不着急。被找到了，只能起了。给一个笼子，笼子定板。对了，回头给刀，漂亮，完成四抓，四抓，鸟也可以说放大话。文鸟的四抓，其他什么的都别管。放大比分，放大放博小大文鸟的羊的脸操作。啊！好，嗯没问题。哎，给摇下来了。有一线生机，他们就不会放弃。聊下来还能交个隐喻，有隐喻，哎，但是没有第一时间交。倒不着急给一刀，拖点时间。但下一刀很难了吧？魔术师确实快要淘汰完了，但是感觉还是哎，呦这个笼子，丢进去了，哎呦，萨索瑞，脱掉了呀！这个心理是拿捏的很透啊。16如果是他的话，说不定真有机会。对，但是16他也不是时长呀，极限最后一秒交了出来。飞轮加隐喻，八字龙。但是这个走位文鸟这个走位还是非常熟练的呀。看你翻了赢了，其实也没那么好打，还是很难溜。会预设尤卡蒂娜这边可能要打喧嚣的，所以多带了几个回王本阵。赶路猫，猫猫追猫猫啊，没问题啊。提前交哦，心脏推开没问题。那这只猫只能用来赶路了，咬不到人了。它还不处理球，可能会伏笔哦。因为它兜一圈再去玩也是 OK 的。对，中场舞女已经准备好了，联动了。那这猫确实，火灾调查员跟舞女就相辅相成，追谁都另一边过来帮。对，象限很好，而且你看这个时候又可以到时候再绕回去。卡光光，哎呦，跳到了，这个身位拉来比较漂亮，可以。哎，得防，看一下移形开刀，不开吗？移形不好，等下一波球吧，这波球又可以用。它路中间是有一个球的，重复率又上，强行交移形才有机会开刀了，移形开刀了，他要开出一阶来，张狂才好用，才能指路指猫。门不关吗？关了。下只猫应该就架住，不让他去利用那个球，应该能抓。对，然后把猫再翻进去，对，骗一下红光翻进去，到了。OK， 熟练度还是很高的。哇，麦克已经在旁边等好了。对，很快啊。看一会儿能不能再溜到自己两个球都没处理的。那要用兵扛一刀，起码一刀。然后但是一大片空地，过去4合一大片空地，看看有没有雨弹呗，有雨弹会好很多。感觉不太好过去。扛刀吗？扛到了，那猫还在冷却。赢不到。但是提前去来会把人逼回去，手里有飞轮去不了。有个飞轮看能不能进木屋，能进木屋就能弹。尤卡蒂娜很聪明，不过有点远，他是可以去自己找角落倒。飞轮躲掉了啊！吃猫倒地没办法。那这开门战前必解元啊！这机子差的有点多的。对的。然后求生者手里没化险为夷了，但不对呀，而且火灾没有回光返照，可以考虑卖。就算很极限的密码机构也没什么用。而且你想，火灾2个球已经在外面，已经放好了，到时候如果卡蒂娜不去打的话，求生者还能再复用。宝贵的遗产。对，那这个火灾其实就可以卖掉了。梅尔明得杀出去了，看他移形能不能接到自己想抓的人，快速拿节奏。那现在守得好稳啊，尤卡蒂娜。还是要出去排一排，去把球啊盒子处理掉才行。对他前面路过四合院，这2个盒子都没清。
一旦处理的抓不了人了，然后再去左边清一下球呗，不清球的话，万一中场到时候再给他衔接一波就很难受的。抓萨索利，还有一个机会成为盒子伏笔的。提前拉了，炸猫。那这只猫的 CD 算是吞在手里，吞了大概5秒钟左右。他这样拉扯很难受啊！他死抓舞女，那密码级就够了，不死对，说白了抓的话，就是手里没人追，又没节奏。开始逛街了。拐弯跳很熟练，二段跳加纸猫，看能不能杀猫，刚好是大ฝั่方向。但这里不太好这是。减速盒啊，飞轮，再看飞轮顶再来一个滑步，哎呦，毕竟是有减速，滑到猫还吃到猫上了。上了，啊？地下室怎么又是地下室啊？怎么这么多地下室啊？而且怎么 FA 又是不排地下室吧？怎么又是贝内鲁的求生进了地下室啊？很怪。把地下室当家了？说是那这把不一样了，尤卡 Kina 有机会真赢。那这个人救是不救呢？是让飞行家卡在边上，飞行家进地下室的能力不像也还有佣兵那么猛。但有，对没关系，但也密码级压好，能下去就行。对的，一刀能卡半吗？卡不了，过半了。过半了，他可以放猫在上面打落地刀，或者说直接就是拦住的猫。这个猫好像我有点歪可以跳，他了。歪出去可以跳。哎呀，卡完了！了，这个失误，有点糟糕。而且这个猫也没有放在楼梯口，让这个舞女带出去啊，它歪了一点，那还得等下一只猫了，这把应然后另一边该要门已经在点了，应该是保平了。放猫，咬中，击倒。另一边门差不多也点开了，有高喷的飞行家拦不住的，拦不住，很难拦了，所以就右最后已边交互经结束了。万点门平局了。这个地下室幸好是没出事。正常来讲是把那个猫拉到楼梯口，然后刚好。这是谁呢？他有没有可能追大副啊？放狗女巫也能追大副的，但他没去可以的。阿夏选择中场路过找南北口的找空军。南美口，基本上就是追空军了，这个阵容。放个继承，把人给逼回来。反走很聪明，这样拉托还得再绕一圈，看一下本体能不能封一波窗。哦，直接放狗直接放狗 ，OK。但这个本体的原生信徒是有点生位的，要到地刀可以。先吃一刀。让母体跟原生一起动，再放一狗。这狗咬上了空军，这把枪也不好交啊。这里还在等寄寄生到脸上生应该再是击倒了。这开枪没问题，有飞轮，有飞轮可以卡一口，能卡掉就还好，没卡掉因为它这是就亏了。第二只狗，感觉是能卡掉的。飞轮卡一口，下摆再卡一口，卡掉了。但是刚好进包夹缺了，好像掉了。但它母体得动，反拉了。哇，那这样要163台了。对，木屋有没有地下室呢？哇，反拉到小树林了。要偷袭大副，先补一个寄生。南美口好聪明，好会溜女巫啊。他会去想象这个本体的位置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好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，知道我怎么跑，你的母体得跟着动。底牌外流放狗是原来老版放狗女巫最常见的天赋呀。但现在算是给6有点难受了。第二只母体狗都要好了。他其实完全可以送寄生，顶不住的送寄生。对，哎，就6倒角落送寄生，外面直接驱掉啦。3台机，那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徒，有点难受了，不是很舒服了。提前放狗，再放狗。提前放狗，大副可以不交表的，就是吃一刀，然后
离椅子近了再交这个表，至少能救对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不仅不好表交救了人还救不了。你这对样不仅交了表，人还救不了。椅子面前的信徒空刀直接扯吗？恐惧症哎啊！呀，我就说了呀，这一你不可波救的能，真的不好。你不可能说看到他放狗，你直接是中场摇表，你这表是续不上的。你就是吃一刀，你这狗给他咬，然后吃一刀往椅子面前冲，再去摇，才有机会救下来。这样即使双倒也至少先把人救下来，对套上搏命。那美口这一波已经是很优势的一个牵制了，就算双倒了，也是有保平的面的。但这样大幅送掉穷者，还给打气球刀，相当于就基本上把他的一个哎呦还交自己了打掉了。再震慑吗？完了打到针直对，接针对空那可以军。挂大副了。是这个大副看他怎么想吧，他可以赶空紧给军的寄生拉脱就行。可以赶紧给那个航空工去补一个的，给大副补了一个寄生，也没问题。空军那边一会儿切伞直接秒了，哦，已经倒了，已经红圈了。那现在挂上立刻去大副的节奏，外面杂技得补2台一铲啊！这摇表，这波倒是挺稳的。看一下 M 口这个位置，要把手里的一个喷气标偷出来，有点困难直接。交闪，哦，一个漂亮飞轮，可以背包能撑出来吗？ 1秒钟可以，好了，但是没问题。但是喷到另一个信徒上去了， 2、3，喷到脸上没办法了，喷到另一个信徒喷到大脸上去了副的。信徒脸上。那这个是真没办法了。这里有没有一波拉脱压遗产的机会啊？哦，遗产就是大门这台吗？50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穷者有点难受了，因为小树林跟大门是一个小联机，你要修，只能多修，但是你又带着寄生信徒，你又修不了。杂技这里如果要救人的话，下乙的他这个寄生有闪的，这个寄生又对没26，没道具没26，只能救一波，又没办法救2波，这波是慢性4抓举了。一直拿寄生压着飞行家，现在你卡血也没有意义，没有机会打了。啊，这可以直接交闪的，因为没志气，因为大副没志气，你交过这个闪，这个大副就等于是已经挂飞的一个人。接下来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个飞行家了。双信徒控一下，倒了呀，这个窗翻不了，翻不过。哈夏这波女巫抓到机会了，就还是救人上出大问题了。大副给机会，对，大副给的机会太大了。他在中场帮队友驱那一波，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搞啊，就是多一个信徒，就让他外面打一个半状态，不让他救人就行了呗，对吧？你稍微提前点去呗。你知道他是放狗女巫，你还这么松懈的去救人，那这个点拦那么远救不了了。他把那个穷者拉扯一下吧，看能不能跑一个吧。啊，还真有机会，因为大遗产就是沙包里。那台不是新开的。大副没自愈没道具，还有个化险为夷，最没用的天赋保留下来了。谁敢想这个6分钟了，这个大副的化险为夷还没交出来过。没办法，大副本身交不出去啊，这个化险为夷。先把绝处逢生给交了。嗯，是吧？那他这把带了2个大天赋，感觉都用不上了，这回光返照可能也交不出来了。对的，得靠巴特鲁他1指6，竖一个指头出来。哎呀，来吧，联赛第1巴特鲁开始操作了。现在就得去修心机的了。收了个指头，然后被抽了一刀，原来是抽刀的意思，抽一刀。先补个寄生，然后原生控去管遗产，又靠单寄生活活把这个杂技给逼倒吗？有闪了，有闪了，慢慢跟到闪倒，大副跟他哭修，但是机子还是差得多。对他还是担心，还怕有人去补沙包。是。巴特鲁不给闪现身具，看到了大门在修，大门在修，着急，大门在修好办多了呀，因为他现在2个信徒把杂技给逼离了沙包，他可以再去大门补一个寄生。一会儿后白他拿到求生的信息了。
没道具啊，大副这里倒了就稳四抓了，只要机子亮不了。他准备用原生来闪现闪倒这个大副，然后那边的寄生，大副就那边的寄生补机子，寄生跟着杂技，杂技也不敢去开机。现在才拉脱10几秒，看能不能把机子亮。感觉他没得选了，他只能亮了。感觉是抢不开。那又抢又想抢又想虚的，刚才直接抢的话，有一丝机会能够开掉啊。还差差一点差一点10几呢。哎呦，预判闪预判现，寄生闪，然后再吃个寄生闪。哎呦，还在预判。想走位预判。哎，今天这 AWG 也做下了呀，说是追回一个7比。太好了，有时候就是狠狠的这把要是盯着他的前锋每一 C 帧爆了，操作直接压个转粉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路转黑了啊！这波开始绕圈，先绕一手 ，M 口前面一会儿可以气囊堵堵门。路再加弹射。前面这个位置是可以上蜡了。哎，这里居然不交气囊堵门，想交在路边。那再上2楼。对他这里交路边的话，就是监管他是有可能会不打的。如果不打的话，他可能还有下一波能继续利用上。再来个球，这个必须打了。绕一下，下去以后可以再往3点看。哎，防反绕，防跳楼，往右拐又能利用。对。就听到哧，就已经无伤1分钟了。但是又被绕到了垃圾。绕到了，那这个位置蜡应该能上的比较多了。鸟在看，鸟在看。这里明明是有窗户的，但是这波反绕到还是挺伤的。感觉走不到又要给一刀啊！其实现在补个飞轮，补个飞轮可以弹。飞轮漂亮，操作起来了 ，Miko 这么帅，扣神。但是这个点位不上楼吗？感觉上楼好一点吗？上楼没那么好拼啊。 88蜡给一刀，那怎么溜啊？移形跟上死了。是的，感觉刚才上楼喷不到那么多蜡呀。但是这一波就有点伤了，说实话，这一波瞬秒。全体目光看向压自己的前锋，压自己的前锋要来了，画家也要来保画线了为宜，画家也得出动，但是画家这个位置是被过来偷袭的，看一眼，对他想把画给吸出来，因为已知你交了移形嘛，那移形交完以后，画家就有机会操作断节奏了。哦，画家偷吗？他过来帮忙扛蜡、扛刀，让前锋掏。画家为宜，怎么说？夺拳球扛到了，小陀螺来一手吗？半球命中，撞上，撞 OK 晕漂亮。而且那边巴托鲁已经在画了，要不要路过的路上帮忙？那个球还在，还能用，没移形，拉开了好远。对，哇，这个往右拐，一直绕这个大模型，然后画家放个画回来，又找那个球。画家直接在中场背窗那边放幅画，无敌了。对，位置这话机子稳定能够的。对，能帮忙放一下吗？巴图鲁，他好像完了，巴图鲁破亿去了，巴图鲁现在才想着过来，那走不了了。这里巴图鲁迷路了，这里感觉是走不了了。既然你都决定来打团，那你都大老远跑过来西化了，那你为什么，对吧？不好好不老老实实去保呢？你干脆放保一下上了，呗。保上了，保上了。那他跑走以后再过来，这其实是哎，这里亏更反多的而没防反绕。那这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扛一下刀。扛到了，扛到了，漂亮！但是有火蜡。下一幅火画蜡先烫死一个先喷到画家吧。那目的达到了呀，换挂了呀。换挂的要不要撞救话，呢脸上有20多的遗产，不敢撞。那总不能让先知来救吧？先知救这个人包救不了的呀。火蜡不好救的呀。就画家你要来的话，你直接放完一幅画再回去修啊。但是他是修完，你看修个20又跑过去放画，就来回跑了好久。一直在拖时间。然后这样火灾也不敢走，然后前锋也不敢走。那等先知过来救人的话，还好是个画家，他不会过半。就看他们这波救人怎么安排了。我感觉他们甚至救不下来，两个人来，他有火蜡，画家被活活挂飞了。对，烫一个打一个都没问题。感觉这把
AW 求生者好像还是有问题，沟通。多修一台，然后一会儿左右开弓，保下一个画家，画家下一波如果还上以撞救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。这是哎没得撞救了呀，只能他自己保自己了。这个画必须交出来。这幅画应该是可以放出来的，但是哎有移形，但是机子够有移形。他现在直接把前锋想办法摸起来，然后再过来卡，是，然后前锋下一波直接撞救，是过百自杀。前锋能摸起来的。对啊，画家血线无所谓的呀。他哪怕就剩一丝，只要你那个球来得及吗能拉动，对，能过去这个距离拉球肯定是能拉的，但是球数量不够，他球数量不够，他只有一那半应，该是挂飞了，挂飞他不敢了。拉，他只有一半，他不敢拉。现在拉了，巴特鲁，坏了，他那个技能，哇，这也能打下来，这也能救，立马击压好了。AWG，我再也不诋毁你们了。这一波这个前锋，前锋强行拉球过去吃一刀，保证 M 口能够把人抄下来，能查到。还想偷袭，撞了！哎呀 Z， 巴特鲁，哦，飞轮卡路巴特勒，把拉全清了。是在倒地。AWG，虽然有移形，但是已经管不了门了。反正有自愈，门开了，前锋往后拉扯。哎呀，自己还在外面，只能回去挂人，怕4跑，是的3跑了 AWG。哇，哎呀 Z 这个前锋是吧？真让他操作起来了，还是挺关键的。说鸭哥要转粉了，鸭哥。转粉了。以后邮差也不好打，邮差回头放狗。任务只是保平。远，艾维又不怕远，艾维慢慢找呀，对不对？慢慢找前期节奏就不好了。他只要想抓麦肯，就想逮着麦肯追了。伊森跟本体包夹，上来先喷一口，本体喷不舍得交，都不喷啊？直接附身。为什么不喷呢？对。总感觉卡 king 的好像还是躲了一下，他是躲了一下狗，稍微卡了一下走位，卡一下自己的走位，有点尴尬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像要满啊回，来，而但这且很细刀能躲掉。节，马肯卡在窗户，哎呀，哎呦，一点也不细节，卡在窗户能给隔窗刀，你怎么不卡墙呢，哥？感觉差一点。那你卡在墙上，那不就打不了隔窗刀了吗？对呀，刚想夸也夸不出来。下一波激素好了，先喷呗，喷一口，哦，喷到了。对喽，然后给激素。等一个附身，哎飞轮，59，直接顶。飞没了。哎呦哎呀，提前轮了。还是这飞轮出狗圈，确实是不好教啊，教不出来。2台半保平还是没问题的。再救的话，下一波拿一刀也2阶了，所以邮差也基本上没什么26空间。不对啊，这拿一刀还没2阶，还差一点。差一点，但是那个能补上，就是张狂能补上。补上要时间，还是要时间补上。漂亮！相持成功。那这刀没拿到，2阶他可以，其实可以拿骑士一刀。对，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。对了，哎这也空了。 26喇叭。你看 Kina 感觉对面才是艾维吗？他怎么视角也不敢看他呀？就好奇怪啊！他可以盯着骑士看这方向看喷一下都不够，骑士还在陪跑。直接交轮，不想给刀。哎，98，可以回头蹭满，现在可以蹭了。我觉得他可以先交一个子哥，对，开业，然后帮忙那个猜，先交子哥，然后再故意看满100。哎，没卡到，但是可以翻，没关系。哎呦，这马基真保起来了！刚才上椅的时候，但这波2阶有了没用啊，你只能换杀才有用。刚上椅之前2台半都不到，现在密码机已经4台了，看能不能控一台遗产。有看 Kina 这波救人啊，这波拦截好亏啊！很难打。现在邮差放出去，
邮差其实没那么怕你陶片传送过来追的，哪怕你有2阶，他其实也没那么怕，他有飞轮，有那个狗，所以说邮差可以在这里卡高低差。要博震慑很难博得到吧？化险为夷一套，离开这片是非之地，这陶片也太多了。还差最后2个半台。把医生拉回来了吗？那大房不爽修了？大房没机子啊？哦，有机子，但是不修啊？大房是遗产呀，大房是70的遗产啊。是吗？你看没在修啊，麦肯在外面修啊。中场的遗产才是，大房应该没修过的。OK， 修的是中场的遗产，我以为是大房的才多呢。再控以后，然后伊瑟人在后面等着控状态。他这个这波传送轴也老是掉节奏，你知道吧？你听到这波传送有点早啊。哎呀，还被封技技能还对了，还好相持没对。这里强行进，画家，画家上来保，直接交闪 ，OK， 吸出画来了 ，cat， 那后面吸出来画的画家就不一样了呀。这个台密码机78，求生者已经在多开了，看一下开门站能不能运个3跑。3人3跑的话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麦肯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要吃一个2阶的，但他有飞轮能规避掉，倒还好。现在又看 Kina 要脱闪，他们开门战其实都有能力的，有飞轮，有狗。你看卡了一个高低差92，94能躲掉 ，OK 的。那把3连的台密码机解放出来了吗？能修不？但其实可以强追，因为他知道之前的邮差是双弹飞轮。对，就跟着打针对嘛。再踢回去 ，OK， 再打拉扯脱闪，至少保证开门战有闪用。对啊，他再抓一个就结束了，他只需要保平，他都不需要考虑别的，只不过现在还能运营一下，看能不能运营个多抓奶。现在求生者还也都在省道具啊。他知道你要拖闪现、拖2阶，对吧？开门战肯定得多留几个道具的。大房的邮差是别想追了，高低差加飞轮没法动。还有地窖信。卡头也不好追，因为追卡头的话，卡头到时候开门战有画，有画有飞轮，92都不好追。现在最好是去逼一下画家，把画家画消耗一点。脸上97的机子没法走，摁脱闪现，妈呀，摁脱闪现，但回去的陶片没了。回去陶片被拆掉了，他已经准备开门战了，伊斯人掉门口了。那他现在得去找那个邮差了，得找邮差，因为手里有闪，邮差是上挂2挂，不是挂飞。这把是第一台密码机都修了90以上，有点夸张。修了好多。地窖的位置就在拱门，还有飞轮。拖挽留，他们点不了门，只能拖挽留。飞轮出，然后54放话得放吧。但现在医生跟本体都在同一个位置，而且伊卡卡没有把医生拉回去啊。对啊，他本体和医生都在一起，那这样的话是他就想死抓了，但是死抓，不过确实没有飞轮，有闪又来得及画出来吗？医生看能不能喷一口。看前面这幅画放出来，绕了，本体能躲。哎呦，本体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但是身距不够，闪死了，距离不够，闪死了，不够。Kato 刚才躲了，就是你放完画直着走会不会好一点？他想着绕画，你直接走的话，他前面那幅画放的很好，监管者一切回艾维视角就一定会吃到，所以他其实画家直走就好了，他怕没吃到，太求稳了。给到了文鸟，对的，要进季后赛了，这是不太好封密码机的，不如还是。这把的兴奋感觉，兴奋是给教授和故意小丑。对，只要能防一下弹刀。鼓手的话，其实你要防他，只要40月底嘛，跟防前锋一样就可以了。但他可能怕真的就朝着故意小丑那个方向去了，在行
那带兴奋去追苦手的话，就可以防一下回身撞。没错。累，对的，累了。哎，来了。看一下温皮的一个走位，位置对，但其实不用很急，因为他走的，就他逛街的时候阅历也是在积攒，只要他这个牢笼不空就行。逛不逛街，其实在120点之前都无伤大雅。对的，前面这个位置直接起个笼子可以开始博弈了，但是有贴脸架的机会。哎，这一刀被骗了出来，这个鳞片。对，道而且具打断关键是对道具还被打断了，这样子进入 CD 期只能用飞轮来规避这一刀。没错，但很难了，飞轮已经好了骗一个飞轮。火箭感觉有点续不上，可能会被。但是这个笼子时间也差可能要倒了。差不多。哎呦，这道笼子要补了。哎呦哇，那相当于是枯手的2个道具都没交好，替换了个插刀动作。枯手，哎，但是你看他们这个电击速度很快，就包括这相当于击倒节奏2个笼子秒杀了，但是对顶级还是来到了因为很慢。开局没有人跑图嘛，直接在密码机脸上直接开修。枯手这个角色是真不好打跛脚羊啊，更何况这把是兴奋都没有逼出来的一个操作。要出土然后去拆笼给到。但是花了2个笼子来守这波乙，真的划算吗？因为你手上已经没有愿力值了。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这里平地再拿一刀，能够去把自己2阶开出来。是，他现在还有火箭去操作这个围龙的对方法。温皮他这边是没有计算这个愿力值啊，所以如果刚才直接推的话，是可以有机会跑的。这边的话有没有机会退到这个牢笼呢？但是没有减速到，能翻吗？有控制震慑，震慑。哎，你别说他这么强多的地方，这穿梭来穿梭去，好像还真不太找到他在哪。比较灵。如果是在平地还可以，在平地你推火箭的话，那基本上就九死一生，对吧？但是你这个墙多的地方，围着那个墙推来推去的。其实勇比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会从哪个地方穿出来，对，这全凭运气。就我会不会出现在他脸上，是最恐怖的。哦，真敢翻呀，老李漂亮，老李这个盾给的好。他翻过去以后是打到了教授的背洞上面，对，还多了一个插刀，没有造成伤害。血钻。那这样的话，枯手是可以直接准备拉火箭。要看一下这个笼子怎么起。这个片捡不到了，哎，捡到了。密码机最后2台，第5台还没碰上啊。那这一波教授还保吗？还准备保？还是想保？是的，打得这边有个很贪啊。片，还有飞轮。哎，飞轮规避了一个刀，很极限。这边也规避了一下。这个龙感觉有机会能废掉。是的，感觉要不先随便打倒一个吧，把教授打倒了，就看他要考虑挂人还是不能换挂。现在换挂的话，那个 UP 就可能拉火箭走了，所以可能还是得先把 UP 给吃掉。看一下这个火箭，哎呦，还是没交好。是的。枯手这个火箭的前摇好像还是有点长，比较久，比较久。但他刚刚是有机会能够直接交出来的，不管是炸墙加速，然后炸波将把这个行程逼出来都可以。哎，是。那现在兴奋也没逼出来，有点难受了。捏久了。哎，弹一下，没有交兴奋吗？好弹，他可能觉得开门战了，不想交了。那我觉得他直接传送其实也行啊，直接传机子也行啊，最后一台。这里想直接抢抓老李。他甚至也可以交到这个金针，直接把这边的教授快速击倒之后再去守他这个也可以。对，但他现在要挂人，那就是要等着底牌去切，然后去压一个手里一个，然后到时候看底牌能不能再留一个的操作了。挂这张椅子吗？但是现在好像花费时间有点长了。如果说现在切传送的话，那边可以直接亮机。是的，而且挂这张椅子的话，半状态也比较好操作。你正常的椅子，它其实半状态没那么好操作。还打到震慑，而且肥胖流肥住了，一个震颤直接出去，守墓人可以防这一招的。这边教授鳞片在 CD 的是有机会快速击倒。对。不过这个8字走位走的还行，最后是跟上了。这边教授没有绝处逢生了，还是决定要挂一下。但你发现这边守墓人的位置，守墓人走到了小门最角落、木屋最角落的位置，这个点的话，布利欧是不太会去排得到的。怎么说？他选择往沙包和大房方向去排人，刚好相反。但看最后一个传送，因为守墓人现在的操作就是准备走地窖了。是的，可能会切传送，因为这边实在是排不到人了。那要不要考虑切手传送？哎，他好稳啊！那这么久的话，这么久没有传的话，应该就不打算传了吧？对，然后看到中场没有地窖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切移情。直接切移情，关小门。直接切移情，这边有铲子。
那时间应该也不够。他可以来个反向，不过自己没在里面啊。哎呦，没有框住，还是叫也是成了保赢了。追，这样的选在了话人群之中。躲他的围容，嗯，直接往中场走。不急啊，人家看到好像想往就好大房方向转吗？他只能在这2板玩儿，他要是从这2板中间走开的话，可能牵制不了。嗯，等个愿力不急，先跟他开板。哎哎呦，第一刀很快。哇，这么准啊！这个围容。对，再看第二个笼子是有距离的，可以把人架出去。抽一刀，不着急，回头对笼子。哎，用笼子封住交互点，这边要飞行器。再补一个围容，看你第3段喷到哪。哎，但是啊在外面有点把自己打到外搞到了。面去了。哎呦，这两个但是龙没有，好像那笼子消掉了呀。这两个龙没有完全重叠，刚好卡了一个小缝给他。对但是他自己钻过去的时候，他又进不去那个内夹层，就是个保温杯的那个保温层。我还有这边有闪现，直接配合闪现击倒。但交闪还是好亏啊，本来是可以不交闪的。嗯，没画到的是园丁的附近，但园丁没有带化解唯一，可能要派另一个队友来救一下。这击倒的用时还是挺快的，闪现刚好就打倒。哎，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决定说是换位啊。但是园丁顶着个冲击，要是救这边的粉家吗？那这样救的话，没有化险为夷，万一被针对到了就亏了。而且对已经交过了。笼子阅历不多，可以打一刀，打不了针对，等下个笼子才行。是的，有喷气背包和飞轮，有机会能溜。哎，还有悬停，一个后撤步拉身位，要不要放一个黑龙？想抽刀，抽刀开2阶，后撤龙有飞轮，别人顶掉，过去之后准备开喷，背包1、2，第3段要喷中间，然后再转过去。可以，这个笼子撑过去了。可以，他这波牵制时间26也拉起来了，相当于是1626加起来一个电机，平局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就虽然没有化险为夷，但是也成功做到救出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效果。密码机第4台、第5台也都在修了。提示把大房补完，再来救一波人。这个对局是一个3跑面啊，3跑对决。这块他能不能补完？但是有点不太好补。那台电机是90点，如果强行摊开的话，得需要这边的园丁跟他分点压力。是，就园丁在这边勾引一下，然后拖到那边骑士电机修完之后，骑士再来救。而且又冲击到了园丁，哦，打倒，这波非常漂亮，打倒了，那密码机不够了。对，是的，这波打倒了，那电机不够。看这波骑士救人之后怎么去保吧。这个血线的话，应该还是够救的。直接拆2个刀。要不卡呢？接下来再扛。是的，我当时在想，要不要交围龙封住呢？因为那边淘汰进度已经很危险，就让他救不下来是吧？对。可能可以这样打就有点风险。哎，两波全对，漂亮。撤刀，扛到了，真的还没打到。对，那还可以继续扛，原理有点修不上。是的，莫内也是交出了自己的高喷和悬停，但是也直接预判技能，回头 Genki， 让他交不出围容。哦，哎呀，这波预测失误了。是的，他这波预测有点慢了。一个 DA， 哎，但是被拆掉了。那现在愿力值有点跟不上了，大门的密码机已经到达了70多。对的，这边的话，如果没中的话，莫内就能活。还有最后一个牢笼，感觉还是他交了密码机也够了呀。没打心脏。对，关键是飞行家没有回光返照。对，就看能不能快速击倒。哎，快速击倒了，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有个守门机会的。是，飞行家是挂飞。人类这边得撤一下，得赶紧有个人秀场才行。冲击到了园丁，就在大门的位置，而且脸上是个魔术师。如果他马上哎，但是没撞到。稍微短了一点。这边还有飞轮，哎不，这边还有魔术棒，规避。笼子要掉了。愿力值不太够啊。而且最恐怖的是中场有个地窖。对，中场有地窖，好在索拉是没有飞轮，只有魔术棒。但这个愿力绝对不能失误才行，魔术棒不太失误的话可能就有机会了。没架死的话。哎，一个后撤龙，能钻吗？魔术棒。
龙3、哎呦，钻过去的话，那哎呦应该走不了了。对，这边把它架住就行了。 2，手里魔术棒，我感觉越钻越远，撑不了，撑不了。魔术棒也没交出来，有一把他那个平衡双方第一。但是有血包啊，对吧？他不是老族，他不能留胡子啊，留胡子确实显老一点。我打消了这个方法，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留胡子主要留的是一种气质。确实。OK， 看一下那种成熟甲男人。门，还真追大副啊！哎，第一波这个蓝色奇应该是能迹上到，很关键，压的没问题压的很准练上了。其实如果说这个表得摇，可能得在他卡那个第2个垫之前摇，对，现在得摇，不摇的话要吃刀了。蒙一下，冲到走位，有机会能打到啊！哦，好准！好，外面还没有到切电的时候就已经拿刀了，而且表还交了，对，而且你这个表马上进入 CD，一会儿一个移形跟上，又是第2刀有了。直接把电取了，想秒，想接秒对，OK。但这个是电没有通到，这不有点可惜有没？有一个移形出秒的说法？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！而且还没敢翻啊，在这里可能怕翻了还给个震慑，对，这场上电机加起来一台，也太快了吧，说实话。果然说阿卡这个永眠阵影视，你敢掏出来有章法的，直接开局追击救人位。那现在外面只有一个化险为夷，这波得给大副一波26，因为他还有一个怀表，得让他把这个怀表摇出来，拖点时间，要不然人类局势电机完全不够。董商看这边董商怎么去处理这波救援。直接拿一刀，帮忙交一个。上一棍，两棍， 2棍，三棍3棍，那他有足够的摇表身位，是的这个摇表身位非常好。降临降到了，有没有可能电出来哎呢？又电到了哇，真电到了！还好外面扛了一下大副没话说，但是第2段表一摇还能活吗而且？这这个也能中！啊！第2段表摇了还中了。我觉得大副的走位开了吧不够谨慎了。阿卡，我感觉你才适合玩心理啊！哎，差一点点，还好，差点三段表。往右边走就能拿到那一刀了。哎呀，但是又电到了。把这个时间把握的刚刚好，表消的一瞬间，那这样续上节奏，这个电机修的七零八落的，大概加起来大概有个3台吧。而且它还是很慢速的那种修。但你想，3台2挂对于影视来讲是基本上是赢的节奏啊。是，哎，是，而且他现在有移形，这边在排飞行家的位置，拍的方向没拍到。看到了，可以先打一刀，一刀人救下，可以慢慢打，因为他现在电非常多。对，技能很充裕。外面谁切呢？这一波，哎，非常准，只有古董商，没有全想切都没切的，直接不想切的带了，感觉觉得他没道具，所以懒得帮忙扛再。切也搂不动，嗯，然后不如说保状态了。到时候为一个大副投入再拖的团队资源就很难打了。哎，但是这个电机的话，关上去而且它有之后通缉啊它会剩2个，有通缉，有移形，通缉到了飞行家飞。行家可以，要直接移了，但这边有悬停，哎，没看到，但点位这个点位悬停不好打。还骗出了飞轮。可以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最后那台78的电机可能要被压住，是的脸上这台，再一个在一个降临身上，临，哇，好准躲一！下，但凡没这个，再来一个降临，哎呦，哦，根本跑不了，直接击倒，有点太夸张了吧？秒续节奏。但是还好外面已这边赶紧去经修一下那台电。对已经有80的遗产了。那现在往那个甲木这边迁吗？可以往甲木这边挂，这样可以压到甲木那台电。现在场上的情况，电机被守古董商必须走了，但秒级抢不了了。对，得2个人一起过来给压力。如果说他现在兴起的话，那心理学家不能被排到，这心理学家现在得压着不能被排到，他才有时间去兴起。对，差太多了。哎，要卡半救吗？
他但把是卡半就的话，待会儿状态怎么办呢？把甲门给断开了，那这波给飞行家上红电不就，毁了吗？对他给心理标上个红电，这不两个人一起倒地了吗？飞轮补规避一下。古董商得切蓝可以，那他可以给飞行家去上蓝的，哎一个取消，收掉也行。但他不想追飞行家了，想继续把人给压在这台遗产，这两个店有点着急了。去一刀应该能击倒。那边电机还差的有点多。是，对，而且飞行家是没有办法快速贴过来的，那决定要吃电，下个移电古董商就要倒。下个移形也要好。是吧？应该要跟着四抓去了。哎，他切了个蓝，是想哎去用这个蓝的话，那古董商怎么压机啊？什么意思？打吧，应该就是在飞行家看来，心理学家的位置，在他心中的位置比古董商不是，那打到飞行家不是没了吗？那古董商这怎么会切蓝呀？还有个奇迹，哎，小型车，人应该是救不太到的，因为飞轮没好。对，古董飞轮，人哎呀，扛一刀就要可以扛。我以为古董商要教飞轮去顶这波伤害，但是也没打出来这个配合啊。那密码机没人压了，彻底。这个电车倒是帮助 Monet 这边化解一个危机啊。是的，他现在得预判一下心里的走位，多久能碰到密码机？他要不要直接交移形回去呢？他可以等那个红电亮起的那一刻。对，然后交移形，或者说已经到脸上了。哎，看到了，他这边是看到看到了了，摸起来了，两个人抢，两个人抢，感觉能抢开啊！还有子哥，可以，这个没问题，这样的话能这个没问题。直接开掉，三人打开门战。但你想，心里身上还有电，还能再打一波状态。但到时候没有人能点门啊！哦呦，这波终于是成功的清掉了电。上一波他就应该想打这个配合，但没打出来。没打出来。两个门赶紧一连。现在对于阿卡来说还有时间可以处理，因为求生者还没对，还碰到门。有很多时间啊，那边要先交自己了。哦呦，准，太准。而且两个求生者身上没电的话，他就确定这个门完全没人点啊，他有大把时间可以拍人。不过古董商躲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隐秘的，比较隐秘的。先往这边走一下，感觉他是有点想调这边的。他想，哎，调到了。骗出来了。但是的话，如果说你现在这边头解决这边的搜拉，那边的门就开了。是的。有没有可能打两刀呢？就是上红电打两刀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就可以上红电，上蓝，保三呢也行，保三也行。另一边那个上蓝保三。对。哎，还是有点可惜啊！我觉得这个局势打到后期的话是有机会四抓。他其实应该更果断一点的，直接移形到那边去。对，三个人好像都不太好。就先赶一下这边的中场大副。哎，已经在盯着魔术师的方向了，看有没有往独洞去反走。这是想追击七号绝佳吗？哎，好像有点想骗大副跳下来，然后没骗到，说是追七项嘛，应该这个样子。但是真的要追七项吗？不好追呀。追七项，哎，他在预判七项学家在躲，指了一下，坏了，进去一看，指的这么远吗？那只能去抓这边的魔术师了，还是魔术师啊？对啊，其实喧嚣这个角色你是逛不起的，你不像那个不叫人还能攒一下，你逛1秒就是浪费1秒时间。哎，这个追风机器原地放了一次，那浪费了一次机会。对，没拉过去。移形跟上，有个加速可以进板。哎，这边是应该是个显示 bug。对，OB 出现问题了。对，提前放了。吓我一跳，我说怎么按了魔术棒，这个镜像幻象没出来啊？这也不敢翻了，怕被震慑，所以选择来一波反走。怎么翻窗了？翻窗是。他走的空间，他为什么翻窗出来啊？飞轮想清掉，撞进去，这刀已经很晚了。哎呦，还行，是抽了一刀。七号学家帮一下，这边可以帮推一下。哎，卡了一个死角，技能，那准备换追了。节奏吗，尤里？哎呦，这个双爆倒是爆得很快啊，劳力。再补上一个球，拉一下，可以再给个球吗？哦，直接秒掉了。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你看他这个劳力的这个气象屏啊，他是刚才那个交锋被打断了，就那个风刚吹出去那一瞬间，然后被打断了，然后被吞了。对，导致说是你不仅进入了 CD， 然后我这边还没有把进攻者吹到，还没有起效果。
这个气象这个云判定就是会这样的。还有个抬手时间，如果说他那个抬手时间被打断的话，就会这个样子。对，在那个时候受伤或者说沉默或者说被震的都是一样的。不过这一波大幅救人倒是很舒服啊，是一个无伤。这边没有选择飞针规避，决定先倒在墓地最里面。嗯，那可能目前来说，让大幅再救一波，看能不能有机会把气象瓶给用出来。对他可以再用2次云。他下一波还有飞轮，先交飞轮，然后再交一个最高的层云。对飞轮衔接层云，然后去进行一波拉点，尽量去拖出一个吃出来一个移形，让他续不了节奏。对，不过尤里现在也开了2阶了，他双重惊喜也都在，所以气象还是比较难。提前交表，西里是一点都不省啊，就2波2个表全交了，很怕被打双倒。上了一个单兵。是的，这要是打个双倒的话，求生者就有点难受了。这个血线2波都是，第2波这个血线处理也很好，但是要注意一下这边的。我这双惊喜马上要掉了。哇，2波无伤掉下来，又是一个无伤。对，甚至没弹到。层云画出来了吗？哎呀，真是升不起来。没错，感觉他可以先交飞轮，然后再交。先交一个飞轮进板，拉开身位，这样子稳飞起来。这就是气象啊！你要使用道具之前，你还得先搁那描描画画。等到你想交的时候，一拳已经打脸上了。2阶升烧，这个升压力很大。没错。哎，博弈很好，翻回去没有给他击倒。想先去碰一下电。习体这波已经拖了很久了，2波无伤救。开电好像能开。嗯，红蝶河是多的那台吗？当然是多的那台。魔术师是有回光返照的。第5台求生者还没补上。飞轮双球，飞轮直接躲。那这样有机会能牵制到。哎呦，这个白球上不到，那密码机要压好了。哎，能压好，对。先等一下。还是求稳，等倒地了把球消掉再开。没错。没上到，那还能再溜一下。道具一直被封哦，不过他也没道具了，说吧。那这样应该就是个平局，因为他刚才交移形去管了一个大步，根本跑不了。移形也没好，2个人都在学校门。那个时候阿西拿下了一个5比3。哎，让他们保个平也是可以的，拿了一个大分优势。阿鲁夫牵制。看一下飞行家的位置，以前往外拉到中场了，那感觉要奔着飞行家去追了。哎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排到，因为飞行家是直接往大黄那边去拉点。对，一个窗台，前期直接开始跟你拉点。哎，而且这边还是个慢分，没有爆点，所以阿德福这边不太能确定身位。然后进了大房也不太有交双重惊喜了，还得跟到脸上才能交。想换节奏，这边前面是火灾调查员，上到一颗，闹了半天还是回来找火灾了。哇，熟练度可以啊，这2波上得很快。交个双弹，距离拉得远的话可以交移形。对，这个球清了之后就可以考虑要不要移形。对的，不打算移吗？可以直接移形，移到脸上。第1刀应该是下图球，绕上谢幕，完了，躲掉了，那要等双重惊喜了。双重惊喜续了一下，是的。但这波双惊喜只能再补上1波双球了。这板球有没有？可惜只上了1个。对，刚这边拉个点。那这个节奏至少说是能拖到下一个双重惊喜。是的。冒险家是把他刚挖到的输液全部都用在了第1台火灾调查员的电影机。是的。秒开了1台。这样的话效率也快一点，直接去挖第2张输液。但是还差最后一个白球，要绕场谢幕了，不太能翻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哎呦，没点到，这没打到，给到的红球，那又要涂很久啊。对，这波没上到，有点小伤。对，和双重惊喜都没有了。绕场谢幕，双重惊喜。哎呦，还在扭，这么的扭，可以3台了。对，你看冒险家还有50%的输液，已经3台。可以说3台多一点点，对，他这已经3台半了。
2个救人位轮流换一下，然后冒险家再挖多一张，直接可以秒机子已的。经够了，对的，已经够了。就飞行家单开一台，然后冒险家再挖50书页，先把机子秒了，然后下一波去救人。关键是差一个双导。关键是哎，如果其实说有双球双导的说法，对，有双导的，还有双导漂亮，不过双导，得先清版。不过双导说实话影响不大，因为插的不是守墓人补的机制，插的是飞行家的机制，所以这个局是因为势还是玩家有一台100%的实力。对，所以这个局势还是求生者局势。关键是有回光返照这个火灾，对，就看下一波能不能把火灾保出来这样的一个时间了。最后一台29，哎，地下哎，但室，是这边有个地冒险下室，家其实可以秒完机子直接过来救对面有。冒险家手里还有化险为夷，这个化险为夷套出来密码机就有机会能够冒。险家甚至救完人直接把这台秒了都可以的。对，都可以，20秒内秒机子都可以的。对，而且这边缩小是不会被定位的，它不用对，担心很难排得到，但前面耳鸣起来了，方向大概率确定。如果说撞到脸上的话，可能救不到呀。这个对，因为他没有双弹，虽然你带了化险为夷，但是如果救不到的话，还行还行，能到吗？双球定出来，哎，有躲吗？没必要躲啊，对直接突啊，直接抢啊，然后再去把密码机给秒了。密码机70，好像差一点点啊。差不多应该是科学加速出的，就刚好出，就是说是对，对而且要看一下等莫内岛，看基本上要等莫内岛才能开。看最后卡个板吧，这里好利用板弹往外拉。哎呦，牵起来了，极限，是的，那很极限了，可以的。就为什么不去卡板卡窗，他跑到平地上了呀？你就算板弹加速，你能跑得过玄霄大人？是啊，没理由啊，他这波。阿鲁夫现在有个移形，直接一个小门，帕拉口的脚印被看到了。他现在只要盯着一个人抓的话，应该就是能保。但他靠手里还有道具，这波空中飞人没有拉近身。哎呦，地窖狮子楼哎，哎，地窖在失楼哎，真有机会能走，真有机会，真有机会。但是有挽留，先打出来哎，呦，好高的熟练度。这个玄霄开了2阶段之后，这里门还来得及拦吗？能拦，但是没有双重，没有双重惊喜了。你就算到门口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对，空中飞也只有一段。那这局就是 Elf 上场保平了，完全可以接受。这把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平。这把我感觉不太应该啊，我没看到多啥的。只要幸儿在外面，他们直接把电影就想到了这一手吗？尤里，太细了。这是温或者说他这个移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，你用兵来救人，我强行摊个双挡之后，如果我移形开启审查来了，我再移形去追击你那个救下来的人。也有道理，但他得，比如说打个落地刀，哎，这个蝶飞不了，亏了好多身位，甚至还亏了一个蝴蝶，要不然他现在第2个飞就可以拿刀的。现在有飞技能好了。他现在关键的点是在于他交了蝶以后，他没有下一个蝶去跟那个身位了。而且等下一个蝶跟身位，那飞行家喷又好了，哎，把你前3个蝶全废掉。对你越往后拖，它飞轮跑得越快。哦呦，高喷漂亮，直接悬停喷走，还要卡手里本能，是，这个拉不进啊，不入准备直接飞了。博弈，返回挣扎，这里下一个背包，先交飞轮。不主动交道具，我直接喷。哇，这一波居然能躲开啊！3连喷，是的。那进入板区博弈，直接下。但这刀应该是可以给了。这刀效果还不敢翻，因为闪现好。对，能先拉个距离。想回身捡碟，不过尤里也是非常老练啊。直接交移形吧，我就直接跟移形吧。好了，但跟移形的话是要喷好了呀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飞过来也不太好记。然后现在再交移形就好了。对。还行，算是 OK， 平面的节奏。对，是只能平这个局是平平的，平平的。而且幸运儿那边有把枪，一会儿幸运儿可能会来操作一波。他这把开局一波救援，幸运儿没有被追的情况下，他居然没有翻机械傀儡来破译啊？可能是没翻到吧，他那个香粉应该是实验失败之后的。哦，确实。然后他后面翻的箱子翻出来这把枪，飞起来，但是可以开枪。对。傻豆，你第1赛季有玩吗？第1赛季我自己
玩，但是没有做主播。哦，第一赛季那个红蝶落地可以解那个空军的眩晕，很离谱。我知道，确实很厉害那个时候。现在是已经改了。对，目前没有任何的，目前来说四面是没有的，甚至想骗一下，然后再飞，这个飞可以，飞轮还没好。挂地下室挂了，还是挂上面抢节奏？他主要挂地下室也不厉害，这个角色。哦，他可以挂到这边电击手到这个还是小房店。那还真有点说法。小房才30多的。对，因为这边没有化险为夷，他带不走，他只能说是在吃个悲悯金牵制。是。但是也只是保平啊，因为这个人我甚至可以卖了，然后让幸运儿再去翻个箱子，外面直接3个人打最后一台嘛，我小房再不要了。哎，就刷个化险为夷。对，他单刀的想刷或者想卖都可以，但是佣兵这么近的话，应该是要救了。哎，这边怎么两个人一起来保？就是先刷化险为夷，刷完之后对扛刀保佣兵满状态，然后杂技原地补，佣兵扛刀。但这个身位想再保的话，得交护腕了。飞过来，看能不能扛到。哎呦，这卡位，好难受。哎，没有打到佣兵，先闪了，坏了。哦呦，打到直接闪过来。我刚想说坏了，这闪要被扛了就炸了，但是还好是没扛到。对，还好没扛到。赶紧是把这个飞行家挂飞。而且这边挂到这边是脸上的手法是没有无法反照的，并且还是2个香水，他摸了2个香水啊！半状态2个香水吗？那无敌了。这是怎么说呢？厄运儿呀，这是有点尴尬的。这2个香水应该是他最不想摸到的2个道具之2了。放一个香水，感觉收效很哎，他应该放一个香水，然后在前面的位置再放一个香水，然后可以回来再回去。啊，那飞机岛那还是能保平啊。恐怖的一击。切过闪。就他先放个香水，然后往前走，然后在前面再放个香水，先回来再回去，吓尤里一跳。终于是通电了，小门也开了，这波可以保个平局。RC 的话就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对的。哇 ，RC 打得真好。就是虽然没有说打出那种很激烈的场面，或者说很秀的场面，但是就是稳稳的拿下了这个比赛。哎，闪门就是冒险家，可能也是为了防那个跛脚羊，直接找飞行家去了。他点位跟进很快，就开局不太能拉身位。是，毕竟歌剧的位移能力是非常强的。一手反拉，但冒险家好像也在前面，也在反拉。对，不过脚印应该是看不到了。对，冒险家脚印能猜到吧？哎呦，没去，没想到，对，没去，那还是要去这边进不了点位，要给刀，好像。强行断影月拿一刀，好快，这刀拿的非常快。熟练度也太高了，完全不断呀，从头跑到尾。你看他从头跑到尾跑了30多秒，他是一直在位移用影月，然后没有断过。很夸张，只能说很夸张。现在3连这里只有飞行背包，哎呦，直接拖倒，还有个地下室。是的，而且脸上莫斯这台还可以踢一脚再回来，先踢以防那会儿被偷。57的电刚好串满。这样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无伤来救人的理由了，对吧？太能直接挂了。这一套可以说是完美追击，再加上一个完美节奏。对，正常追击打完的人，对吧？是2台密码机，因为他2台半被踢了，这边踢完以后变成1台密码机。然后加上冒险家手上，真的是舒服爆了。对，加冒险家手上呢就1台半，差不多绷不住了。这边守门人还好说第2是守门人有铲子，先打出来。哎，这个位置好像能跟上，看一下回速。再跳，有落地刀没有落地刀？没有落地刀还好。但给刀这个人出不来，还是要吃红圈。这波他就尽量往那个大房最里面去倒吧。对，2号机那边是皮特是罗丽斯连上吗？不是，有意识的在卡他位，还想把他给这样子。那木偶师修啥呀？太干扰队友的电击了。对啊，木偶师修啥呀？这样子挂到
这边莫士的第二台电，相当于是莫士。我觉得这波走闪门会好一点啊，你甚至交个背包去喷闪门都好一点。对，他并没有选择去挂到2号机，选择是挂到中场这边的。对，他可能是觉得第二脚时长要好了，挂中场的话，我拖第二脚时长好，我还能再踹一脚。好像察觉到冒险家爆点了，他身上是50的输液。但是回溯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先守人。脸上这台噼里啪啦的电，很有机会能踹。莫斯过来救一手，先交个路易。回震慑，再交一手很稳。那趁你化险为夷直接打，哎呦！前面是在路易的一个持续期间，最后1秒，对，最后1秒然后打到了，可惜了。如果说晚一点打的话，这波就是一个双倒。阿柏手上还有个飞轮，这个板子下了应该就只能吃回速了。飞轮顶一下。飞轮，但是哎呦，身位被卡了。很细节用身，对，很细节用自己的身位卡了一下这个飞轮之后的位置。看一下密码机方面不太够啊，就算冒险家手上那台算上，应该发现不了了。发现不了。好危险！哎，他想传送，直接传送。那落地的话，守墓人这个点位得撑完板才能追。前面板还在，但是没下。哇，这个熟练度跟飞一样，离谱。陆地飞人，但是人到楼上去了。他害怕他防他下来，好像对，防他盾下去，断影了。等一下，等个 CD。他觉得这里是不是也快出了？如果你等好 CD 的话，是不是也快出了？他有点想等那个守门人的铲子，快出土了。稍微忍你一忍，一个震颤拉远。哎呦，预判到了，震慑，还是个地下室，太恐怖了。而且好像那台还是一台遗产机，得靠冒险家手上的输液去把这台电机给秒掉。那现在这个情况不容乐观，还得先秒脸上的，就是冒险家，不对啊，冒险家脸上输液是20多，还在挖第3张，想挖完第3张把这台秒了，然后下去救人，外面压机，外面是莫偶师先帮他卡个耳鸣，就是他现在先拖先拖冒险家那边挖输液。对，等你挖完输液之后我再撤。但是如果说 Peter 这边排到了，还好没排到，在脸上。鬼畜那边爆点要不要直接去抓呢？不想去吧，还是去吧，把这70多的输液闷了。他知道他身上至少有50的输液。那边进地下室救人也要一段时间的。打到飞轮失误，没错。传送也好了，他甚至现在还有个传送去守。对，而且守墓人关键是已经过半了。守门已经过半了，他下一波你俩谁来救人呢？都是半状态，很难打，这次差太多了，要试抓了。对的，这个输液你把冒险家搁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人能捡，对，太远了。而且你们这样摸脚状态的话，那皮特一下就知道你们在地下室附近啊，根本没走。能摸这么快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地下室直接摸的。对。不敢摸起来，有耳鸣，一摸起来，马上就暴露啊！有点准啊！这个战术实施成功了，坏了！他觉得可能只有一个人的耳鸣卡在那边，这回数就直接回了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对，斯波莫偶师这个战术实施是非常好啊，把切的给骗到了。但说白了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感觉上来讲还是一个意义不大，但是能把游戏进行的再持久一点。对，而且这里救不了人，接下来有传送中完全救不了，甚至他贴不到椅子边上，只是让绝望变得更加彻底。但是这个板子好像要死，对，没办法了，走过去就好了。再去追击一下那边的木偶师。其实这个冒险家感觉你最后的那个50%已经是最后一张了，你就挖个49不就好了吗？感觉飞哥还是有点太掉以轻心了，觉得不会被追。就他得先确保自身安全嘛，因为他是队伍最后的保障。因为他最后一张输液的话，其实你就差1%也没差呀，对吧？你不要把那个输液给全挖完。再不济的话，如果说冒险家那边能保住自己的安全，那守墓人在椅子上被卖掉，那至少这把还有这个走一个。对。
他挖个49，然后在大房卡着，莫斯去把剩下那台给补了。那他这边可以看情况救人，还是说一片，然后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去找原也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这边可以不追园丁。OK， 看鸡哥操作。那现在有盾，他应该不太想去。那这边是个木偶师，脚印也没有看到。中场是的话，大副直接躲，那这里要先逼你个表了。既然你不走，想去找一下祭司的位置。对，但是不好找，祭司已经在卡好身位了，拉很远啊这个点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它可以体验打洞的，对，你必须跟着他走。而且这边视野丢失，不太好架笼子，马上就进到前面的打洞点了，一个洞你得高掉，不过没关系，真位的视角不知道。对，但是他没有特别好。卡兹内科的盾差不多时间到了。是的，对，就还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1盾消掉了，然后这个逛电机，然后再抓卡兹内科。哎呦，强行过板。那这样子还有一个再放一个龙，还是怎么说法？而且下面是多丽丝。原地回想一下，有飞轮，哎，想骗躲了一刀，想骗飞轮，原地站盾，可惜，哎呀，差一点点。那这一波抓的还是挺快的，不过园丁前期对园丁前期也没有拉点啊，这台遗产还挺多的，46的遗产，反而是他想刮到中场，然后去踹那个大副那台店。对，但大副的那台跟那台其实差不多啊。对他要交个院里就交个龙，然后去踹大副那台店，先清动。哎，看到这边喜纳米的位置，在原地蹲着。是，那应该能判断出来了。其实园丁这个回响已经续了就是已经快这个差不多了，太能做了。园丁感觉淘汰进度动都不带动的，我好像已经干了很多事情了，但是你看这个淘汰进度才刚过一半，他应该是带了假妹的。对，虽然说没牵制起来，但是虽然说想卡过半很满，但是祭司能不能帮一下？哎呦，过半真过半了，卡的太极限了，这样子的话糟糕了，给吉哥留了太多的愿力，他直接3个笼子灌下去。那这波说实话，只要能处理掉园丁，是有4抓面的。等你的表时间一过，他肯定要直接逼救了。直接打那个大副状态。哇，漂亮！那边有一个长洞，看一下不先处理掉。熟练度可以啊。还在压，还要拖，是这样子，有可能救不下来。还要拖吗？西纳米，没必要吧？他想把自己的下一个表的时间拖出来。气球刀能掏，哎呦！第2下打到就震慑了。还好祭司这边偷人，然后还给卡兹内克来了一波26。没错，那这里钻过去，直接赶紧去处理卡兹内克吧。有一个通缉到了园丁的，通缉到了园丁的，所以这里应该不太好走。有一个回响，这个回响是蓄满的。是，再等一下吧，刚好也要等阅历。而且卡最后1秒钻回去很聪明，很极限，拉开了身位。但是那边大副也是被要放黑龙，可能不太好牵制了。大副也是被祭司直接给摸起来了，直接摸满了，所以节奏并不算很亏。因为卡兹内克的这一波是让祭司成功的辅助牵制起来。哎呦，这个博弈非常秀啊！哇，这波祭司的动，然后配合上卡兹内克的26，算是把前期所有的劣势给扳回来了。如果说那波是一个正常救，然后再打一个洞，能保下来的话，这密码机也有机会够，但是是个过半。但是这一波感觉假妹带的太关键了。是的。正常如果没带假妹的话，那波应该是已经飞了，这祭司来补救都救不了。其实他有点想踹这台大房店里，但是蛟龙过来之后发现这个大房店给开掉了，只能顺势追击一下这边大副了。是的。我大副手上还有一个表，看一下这波怎么操作。预判很厉害啊！预判跃龙，对，一个后撤跃龙，挂上去找一下外侧救人的祭司，直接切船。那大副是一个2挂，这里再逼一下莫尔斯的状态。这样的话，逼求生者开台心机。对。前面有一个后撤龙的机会，看一下后撤给到，刚好传过去，反应非常的快哈，没错。鸡哥可能本来是想用后撤龙来打这个震慑之类的，对，先打个震慑。
但最后刚好给他争过去了，这就很尴尬。愿力有点续不上，这边是的可以先进到板区。强行过板刀，这几波过板刀对心理的把握得很好。另一边机子50，这不还要压吗？还要再他现在没得选了，他只能先把这个哈雷斯击倒。他把他击倒以后，再拖一个传送，然后看开门战怎么操作了。他这波看要不要晚一点挂了。有个地下室，但是好像签不下去。他要挂在挂这个椅子这张椅子吗是有一个打动点的说法的。对这个真的要这样子吗？但是他打过来的话还好，不是吸动，就是打到不是板后。一个打到椅子脸上的洞，还是要就是走几步。求生者也还在等，想多等一个洞，斗笠树这边。对他可以这样子开门战会有2个半洞，打一个洞，你打到我就直接救了。然后祭司近点可以准备开了，莫斯一个路易不开吗？这边可以直接开对，哎，直接开了，但是这一波感觉开的还是有点晚，我就可以开得更早一点。对，还没救，可能是想翻窗，然后再但他没开滚到反照。对，但是他那个路易的持续时间不够让他进那个窗了，鸡哥也直接把他卡住，但这把其实这边一人占一个门。对他来讲，最多也只能完成一个3抓了。毕竟泽塔只需要跑一个就够了。他们这么开也没问题，开了两边的门都能贴嘛。没错。还有怀表，海南6这边哪怕知道了也不着急，另一边门差不多了。怎么说？要不要直接传？他只能直接传了。还有愿力能拦住，愿力拦一下，飞轮一下，好像钻不过去。哎，那这样子有4标的说法呀。那边的门是开不了的，他愿力值够回去。西纳米这个开门战没拖住，太炸了！极限4抓，这么帅？不是吧？这就是跛脚羊吗？那炸了呀！这把能4抓，感觉西纳米是手锅啊。对啊，不管是救人方面还是这个开门战的怀表，你可以早点交啊！你看到他来了，你早点交，你不要给他那个破镜升位。我鸡哥，艾维最近战绩都不，有可能被艾维进行一个追击。也找到了空军，伊森先吼一下，吼到了，那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空军了。放个逃坑加个点，这边有的走到脸上的样子。刚才那一口躲掉了，还没说身上只有22。但是这个点位不是很好进行牵制。板子一下只能先绕一下。一直在骗红光，拉近了1点身位要交枪了。这边可以开枪，直接开。那这个空军可能不是很好追了。因为他的附身吸力还要一火，如果真的要追的话。可能就闪现开刀，然后想办法秒掉。前期的话应该是不可能有任何走地刀的。对。这边激素 CD 马上好了，要不要先补激素呢？留一下，等一个闪现之后再激素。对，但是鸡哥这样子跟的话，两边一直切，他本体。走的反而有点慢，被迫激素了，是的，这波只能被迫激素，然后激素过来闪开，飞轮，然后他回逃片，看能不能用飞轮清空规避一下，可以的，非常的专业。那这样子，我说实话，他这个牵制时间的话，可能倒地要接近一个3台半了。对，这次 CD 刚下来，鸡哥这个节奏基本上是炸了，有点炸了。哎，这波反正稍微贴近了一点身位，但是本体吼没有下到。还没出还能6啊！这波该不要拖到下一个副车？哎，打断了翻窗吗？没打断，没有打断，但是进路上的前面有一个逃片的，应该是要被击倒了，还有落地刀的说法。可以。灭瓦机也是到达了3台啊，野人马上都要开完过来卡了，甚至第4台是大船上没那么好干扰。小但是呢，这个阵容它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是什么？就是野人来救人的这个环节。哎，还真是。今天起码要播到10点。看一下，为啥呀？我打完排位之后还要打训练。打那个夜莺杯嘛。专业。这边我建议不要特别考虑压血，因为你没有带飞轮，很危险。对你，哎，可以的，直接逃90，95。哎呦，那还无伤呢。要不要
也没有准备说去贪这边。不拿野人吧？不拿野人状态感觉亏啊！而他这个且陶片传错，想直接传到木木去。对他这个陶片传过来，给空军寄宿，然后把伊森拉回来。然后再继续干扰最后一台密码机。对，这波不拿野人状态太亏了，你相当于这样的野人还可以再去救一波。但是也没办法呀，这波被无伤了，野人直接骑猪，他没机会再拿刀了。那野人下一波再过来，新起了一台这样。对，再过来救一手。贝尼加那边是满状态啊，他根本不怕你。然后现在再把伊森收回来，然后放出来之后，本体再传到卡斯特里面去，看能不能到时候一个2阶落地把脸上空军处理掉。没错，那还有一个空电的说法。主要下一波有闪，卡斯尼克这台机子不够的话，这个闪现是有概率能把空军带走的。是的，而且没有强行 OB， 如果说一旦被闪死的话，就可以去把它挂飞。就看野人跟那个气象那边保的如何了。我觉得有他俩在保的话，不会，气象不会来，气象绝对会修。野人去修了，气象来救了。野人去修，外围必须要清洗的。但这样的话，空军下来就一定会身上会有侵蚀度。对，看气象这波交锋怎么处理。故意给一刀，然后趁这个时间掏下来。7%的侵蚀度，直接寄宿传2阶落地，有闪现直接闪，而且板子卡下来了。没关系，飞轮清空，哇！太好了，没有闪的话，可能没有机会闪了呀。哈梅丘这一把打得很秀啊。没有闪现证据，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哪怕空军倒了，气象的强摸，但是卡红光他这个强风一直可以断你节奏啊！野人也过来了，野人接上了一个组合技，哦呦，这个距离拉的也太远了。现在这个有点迷，他想把伊森拉到小木屋去，现在两边都想，但其实对，只能让他选一边。他拱着拱着，说不定已经不知道空军在哪了。那倒不会，他知道空军就在最深处，但是没有时间去管，是摸不到。这边伊森拉过去，也只能去管小门了。但是他传过来那一瞬间就应该下定决心去找这个空军了。对，空军一直在偷看，他想偷看到100先。哎，成功。这边也知道你压好了，不急。他现在有点想我还以为他说有点想是通过一个续2阶，然后做一下卡斯雷扣打一个压击失误呢。这叫的双11直接开了。你看卡兹尼克手里还有高喷，对，而且有飞轮，应该是不会被他2阶找到机会的，就小心一下这边的闪现了，不要贴得太近给身位。对，求恩可以去尝试拖这个挽留了，因为大门的话太空虚了，基哥不一定敢去的。2阶交掉了，那大门现在可以点了，伊森已经在双11这个位置了。看能不能打断翻窗，就有闪现身位，打断了，要闪吗？没打断。被飞轮预判了，翻不了，那还得倒。是的，而且他上小船的话还是比较尴尬的，那边没法升空了，就算升空，他背包 CD 也续不出来。小门都一直在点，对，好像开不掉。两边的门都在点，小门应该是来不及了，去看会不会派野人过来卡着，野人在点大门。中场一定会来人的，给个陶片，然后再拉回来。然后得要再控，气象那边得先暂时离开了。他在等那个气象学家看那个进度会不会涨，排中场的人，然后看气象涨了之后，气象骗到了，漂亮。中场没人啊，鸡哥刚刚再去排外面野人的位置，现在通过这边技术看一眼野人的位置。哎，怎么收回来了？哎，这怎么收回来了？收回来完了呀？可能是失误了，点错了吧？应该是错了吧？我估计。对。不过还好里子上有个陶片，这边只能看那个看清晰度，快快的。那边野人在摸了，野人在摸了。哎，这野人也是骗的，能进板没有机会。野人也是在骗的。位置拿到了，4个人的位置都拿到了。骗回来的话，那气象又可以回去看一下能不能把门口的陶片拆了。这波得给激素，不好救。是的，还是有保平的说法的，因为气象学家在脸。16秒，这个淘汰进度应该是卡不过去了，但是应该淘汰了。但是门是能走的，空军已经在门里面了，2个满状态的人还是有机会走这个门。对，而且还有强风。这边有地窖，看能不能赶到地窖。地窖在双11，地窖在双11。那就只能走门了。对，要走大门，有强风。刀是感觉很难拿，有强风。而且挽留马上过了呀，挽留过了的话，感觉随便走这个门吧。哎呦，这个风非常关键啊！那这样的话就是稳定的3跑了。对，没有办法再续上这个侵蚀度了。如果打一刀的话，3跑了，拖挽留嘛，挽留脱掉了，是吧？主要还是这个本子还有悬点做了一下心理学家。对，但我感觉，还是决定。其实我感觉喧嚣还是更喜欢在那种板区多的地方追人，因为他有机会能够夹板上双球。大船这种地方板子太少，他没有那种能够连续
一下子卡双球的。哎，你看他在预判心理学家拉点的位置，再找一下位置。但已经到最后面 Takoyaki， 那这边没有人啊，是大夫完了找不到，干扰他的耳鸣。大夫一直在给这个耳鸣，有点难受了。那他现在可能他走到小木屋，然后是杂技的耳鸣，他只能被迫追这个杂技了。他说啊，小木屋杂技很难追啊。哎呦，好准的一个远处双重惊喜啊！这个预判还骗了波身位，对，可以。不过杂技在这个小木屋牵制没压力，他没有封窗，没有封窗的话，一会儿感觉能绕很久。得上白球，距离要拉得很远了。哎呦，而且是说，哎呦，直接叫异形避免说我被你的 debuff 干扰，可以。先上个红不急，白球再上个白，他骗了波飞轮。哎，你翻过去了啊！失误了，对他这波有机会要秒，还是一个小走位。秒了，战术连都好高呀 ，Peter。他看到移形在里面，他为什么还要交球和翻进去呢？我在想，就没这个必要吧。主要还是失误，就他牵制交了球之后没有说翻进去。对，就是本来就已经是很难受的一个选择了，他出现了更难受的一个转折点。理论上来说，杂技在木屋比较好牵制生肖，但是还是要看选手个人发挥。第一波主要是 Peter 的那个移形太果断了，直接上了一个赌球，打出来开2阶，想怎么说？真有机会双倒吗？真有机会。他好像是第3段表没咬到，想补一个双重惊喜，但是没补上，害怕跟丢。哎，好像还是一个想偷袭，想偷袭。哎呦，Peter 这个小心思，对他看清楚了往哪走了，但是这一波不能被拖起来啊！哎呦，成功打到双倒，想换节奏啊！没有，他先挂上，然后再用空中飞人去找人，再去找，也是你也跑不远嘛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会不会有转折呢？确定能找到吗？找到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OK， 那找到就没问题了。找不了太远，而且还把枯丑的化险为夷给废掉了。你下一波再来救人，杂技这边也不一定能撑。下波倒是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亏小手救完之后，跟那个杂技演员一起拉火箭跑。但这波冲击到了枯丑啊，冲击到枯丑，你不拉火箭，推进椅子呀，你不拉火箭你过不来，所以必须让心理给点压力。心理学家这边来帮助他一起。但是这个人已经是2挂了，密码机也只开了2台整的，现在局势很危险，心理应该要来扛刀，然后让杂技放化险为夷吗？还是说不上化险为夷，然后直接推走？想打哪种配合？哎，打到杂技，他打到枯手，对他不上化险为夷的话是直接可以推走的。火箭被沉默了，火箭被沉默了，应该是拉火箭的那一刻被沉默。那这里还要把枯丑给打双倒，完全没抽一刀，还有在空中飞人。哎呀，坏了，这节奏续的是真的快，我感觉杂技还能续上故意小丑，这边要奔着4去了。把枯丑挂上，然后外面大副也是挂过的，心里就算能来救人，但是没有化险为夷，这个人救下来，枯丑可能直接被红汤沉默到死。烫倒，对，刚才2个人派2个人来救人，然后导致说这个电机是一直停滞的。对，他没化险为夷了，没化险为夷的话，他还是让心理救，然后直接推走。他们想打，所以说这波心理救，心理要吃2刀，那吃完2刀就没状态，到时候打拉扯更完蛋。主要电机差太多了，不太好去把这个劣势给扳回来。对，你来救人，来一波就是双倒，来一波就是双倒，真的很难受。也可以再打一刀。哎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双倒，3格血也要打3刀，哇，这么帅，太狠了吧！我的天！这第1波道具呗。那玄霄这里又创到了 ，Peter 为什么是神 ？Peter 他对这个红球的这个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。而且你得看他的手椅啊，手椅太夸张了，就能吃3刀的他也能打双刀啊。那还能逼出大破怀表，再回去。不急，他现在只要先把这个灰小给守死就行。但线下这波应该大概率会救。大副这个位置如果被打出来的话，5秒钟不一定好救了。不过慢慢的贴近了。角落偷偷摸摸这边偷下来这个人，那你这波心理被打倒是已知你一定没有绝处逢生的，还行，还是掏了下来。要不再去追一下心理，等应激过了吗？直接打，是留了一点应激应该是。
但是也无所谓了。这个心理，我觉得他这把应该是起不来了。这个应急无伤大雅，操作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然后再去追倒大副，大副刚才为了来掩护心理救人，也是把最后一个表给交了。那接下来就看脚印也看到了，哇4-8抽杀比赛。OK， 其实我觉得 Peter 他这个战术，就他这个想对，但问题是他能不能好连雷嘛？飞轮搏命的火灾。那些吞木童子的棒棒糖啊，谢老板。家这边的本来还原。哎呦，然后大推方向是有2个人，对，但火灾他一定会路过这个3连，他就不敢去4号了，他得绕一圈进中场。没有选择进中场，他感觉会干扰狙手的电击啊。对，想先去墓地牵制一下。那这个地方还是挺危险的。正常气囊堵门的话安全一点，前面这个板有个连雷炸到的机会，3连躲了，没炸到，还没去，雷都失误了。今天的状态真好啊！这样的话，包里没雷了，亚米还得再跟拖一波节奏。哎呦，刚刚这去一刀感觉看着都费劲，又拉开一波距离。但是提前用5秒雷封一下。偏一下走位，2连这波可以续上了，熟练度还是有的。感觉手感找回来了一些。气囊往外弹，这个地方有个加点秒的说法，闪开，能不能把握住？没有。哎，倒是有闪现的身位，不过没有就是把握住。再弹一波，右手直接上扳。他其实当时可以留着手上的2个雷啊，闪现进去，就是他反向下了，然后进去以后再铺雷。但是海梅土也有飞轮穿窗的机会就是了。他用这个闪现先压住海梅土这个交互的位置，打一球，一个拐角球，这边可以套近道过来。但是还有一颗爆发，封个路能抓到吗？扭掉了，走位非常好。想晕，哎呦，这爆发晕得很极限。我调的话，这边看能不能把这个弹射招出来，就可以再拉波点。而且那边气囊还在啊，那边气囊还在。哎呦，很极限，难受。这就是我们击球手的使命感啊！雷了，队友受伤直接上班，再来一颗，哎呦，好痛苦！先打一刀击球，捡了一下，对，但是终于把遥控开起来了，那可以秒这个火灾。有遥控雷，看一下能不能封住路吧。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太好留这个遥控雷的。先把人架住。哎呦，走得好远。5秒雷加点。但是人家没有。亚米害怕，他怕着遥控雷会空，遥控雷出手，炸到可以。但是如果说现在强者派守门人过来卡，局势说是，我觉得他甚至可以救。你看他现在手上是有分救人性的，他救这个人可能0.5秒钟时间就把这个人救下来了，甚至不到0.5秒。对，就是你救帮帮的人，你要么就是卡半救一波，后面再说，因为现在的帮帮你不卡半的话，它其实也等于是卡半，因为它那个淘汰进度掉得很快。哎呦，可以反应很快。不卡半就约等于压满了。冰石，看到了可以漂亮，打了个双倒。涛哥也吃双倒，这没办法呀。我看一下，那现在火灾的话，人被挂上去之后，2场上来海电机的话，应该能升到60%。邮差补一台，得过来卡一下。然后击球手补一台。邮差可以先收机，先收机门卡，因为边机是在脸上。对。这个人不救了，这个不能已经没有什么对再眷恋的必要了。我觉得加米这边可以压深一点，就直接丢出去。那边的话，大概率是不会去救的，但还是选择谨慎一点，害怕有人偷。遥控给人躲掉了，会不会有点亏？而且中场战能强行开掉一点。对，预判一下对面勇者会在摸状态，然后直接压出去追击，节奏能更快。小门西拉米还在修，是被发现了。亚米排过来，看能不能排到这一波，续上节奏。不过外面反应很快、因为是他一铲的，压在这他一铲的话还是有机会，但是得快速击倒才行。外面的反应很快。他这里就是得赶紧处理掉，然后塞雷，逼迫求勇者过来。但是很难快速击倒，而且这边还有个气囊。你还真别说，炸到一下。
哎呦，我炸出来了可！以。但那个气囊还可以转走，强行转走，利用一下，多利斯知道吧？多利斯在这个位置球，要不要炸一下多利斯？没炸到呀。看一下遥控，补掉。哇，这个人的精准度上来了。是的，手感来了。但是下一个铲子续出来了，不是一个满铲，在看电机，不太敢起来了，走掉了。这个球，铲走掉了。这个气囊用了好几次啊！这个球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球，今天。越是放到那些就是可能不太起眼的地方，对，小旮旯的地方越越有用。那这下再击倒感觉也没办法了，因为这下再击倒的话，求生者一定是强开的。对，而且你看救了小门那边已经在马上偷开了，对，甚至击球手还没打到，击球手感觉密码机够了，想换追击球手啊，他觉得击球手他的一盘击球手没有带来不能很高，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说你放到两行接球手也不太好打，直接闪进去吗？也没有闪现身位，忍住了，直接切传，忍住了，切传了。但哇，又可以又来了这个技能，我的天哪！法梅主人不在庄园，但是他的精神还在支援泽塔的其他人，天着，我的天哪！多利斯甚至还可以有一个进中场的说法，而且有地窖性，是能知道地窖在哪的。有飞轮翻过去可以规避一下，是，没有想规避。地窖就在墓地这边，飞轮你别说真有操作空间，这一波不躲，对，下一波定时飞轮，哎，轮早了，可惜。到了。如果说这波躲掉了，他还有个遥控雷的后摇，是有一点机会能够过去的。能走的，对，有能走，但是也被打击。那你这个发开复位的意义是？来吧，乡村教师，这个头显得好纤瘦啊，而且更年轻了一点，有种那种什么传教士的感觉。虽然呢，他好像本来也不是很老，先去墓地，基本没有年轻时期的影视。哎，有没有上链的说法？这个窗没有提前丢一个防守，人力数，哎呦，想直接给蓝这给到了，可以啊，有点准。这个板子得下了，下了之后的话，看勘探员这个磁铁怎么处理吧，能不能规避到这个7秒钟多的时间？像何老师就算了，像头鱼的头加来了呀，直接把他想着直接拿这一刀，封不住了。哎，吸一下，这很细节。他刚刚包括刚才蹭那个柜子加速，哦呦，好准！但这刀拿不到，哎，可惜了，坏了，还被砸一个头。挥到了墙上面。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拿到这一刀，然后配合自己刚开的2阶，然后闪现击倒。但是你现在控住了，的话，对他也能解晕。对，看能不能说是闪现、消毒插刀之类的，那这样追着都还可以。那诺伊茨这边控词控的非常好，那这刀应该是有的。先拿一刀。还别急着连，不着急。有降临，可以降临到旁边。啊，有闪现，要不要降临到脸上？闪现击倒，漂亮。密码机现在是来到了2台半。他这个在临是故意不降到身上的，然后直接可以那个我去外面扛不了刀。因为他把这个电取消了，他是开局连了电之后，然后瞬间取消的，所以他上了第一个蓝电的时候直接断电了。现在影视都是这种飞机的打法，对，2台半左右。这个皮肤感觉很神秘啊。而且它的挂件后面是一个那个埃及的那种挂件，一个小猫挂件，很可爱。打针对，没打到。好，这样气象学家还可以再推一下，再摁一波，但是有再临其实还好。降临做到了，哇，再临接到脸上，不过这边可以扛一刀，再帮忙炸一下，捡到树了，扛到吗？能扛到，能扛到，扛到了，漂亮的，是的，想换杀了，进行一波换节奏。知道你道具在 CD， 看一下。飞轮规避了，然后再接上一个火箭，没打断。哎呦，这个没点到，但是好像有点撞脸，反而拉近了身位，预判到了。而且气象学家那边已经摸到电了。这一刀不要在电机旁边溜，就在旁边进行牵制。密码机已经3台多了。哎，你看古董上很细节，他进了一波柜，然后再出柜，然后再去摸一个红点，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倒不了。
着冲着方的新世界。但问题是，勘探员身上的这个状态，到时候还是要挡。是，就看下一波上的什么店了。下一波只能勘探员也能进柜了，勘探员也该去进柜了。但勘探员进柜要等到菲利克斯倒地才能。可能有点来不太及了。嗯，就看这波店了能不能上道。哎呦，利用这个障碍物在躲，还真躲掉了。对，然后气象状态要打起来。然后勘探员进柜子，给自己下雨，他已经切过电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勘探员也成功进柜，这个波没赚到那2个残血的，有点不舒服。是。但是古董商来救人的话，说实话是要掉状态。对。古董要不找台机子切个蓝电，但有点切不了，太远。有点远，他附近的电机好像都被破开了。那勘探员感觉又去进柜了。上个电没上到，被打了个止戈。勘探这波应该是要倒地，让他倒。只能倒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个状态到时候密码机也修不了，不如现在就倒。第4台、第5台已经很多了，推一个快速击倒，哎，可以直接电上，直接击倒。古董商那个状态必须摸一个电，摸一个电，然后切蓝，确保说待会儿能救出一小口。其实电机还是有机会能够的，那边勘探员自己对吧？再去修炼。这波救下来之后，看能不能再溜一溜。但是因为他虽然倒在地上，但这是最大的伏笔，就是没有后方反撞。对，但气象其实也是有在一直传那台的，所以密码机不会少很多。看了一下电，资料一块压好了，那就筹备开门战。这波有点像是想打针对的，对。就是没太想去，但其实你救下来根本针对不了，因为外面哎，但是你再不救的话，可能就救不下了。对，倒是没关系。哎呦，闪现，漂亮！但是在这时候已经通，对，密码机已经修好了。勘探员想过来保一下，但勘探上电是很危险的呀。哎呦，电到了，但是没打到，并没有没法打。塔克亚克也在旁边，求生者还是要争。对，古董商这边是可以扛一刀，所以说古董商可以大打一点。还在切电，还在控池，哎呦，吸引了一波。这边志奇进度已经80了，哎，打一棍，打一刀，哇，那应该是能摸起来，那边可以直接交自己。是的，那现在米克梅利手里没节奏了呀。勘探保古董，你现在勘探员吃一刀也不会被击倒，是的，只是古董商倒的。关键是点门的人倒在地上了，门是一直没有进入的，还是吃不到这一刀，再灵也没中。那那处还能完成的板子，吃不了震慑。没错，下一个奇迹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一刀应该能拿。还有人扛，古董也倒不了。对，刚才是气象强行交了那个志奇起来，然后也分摊了一点。下一波如果再追勘探员的话，他还是倒不了。守门好像来得及吗？感觉是蓝电倒是来得及，一定来得及。气象有道具，哎，这个门能开，气象能乘云出去，传开，能乘云出去，气象。看一下，哎，乘云走了，能到吗？哎，99这个门封不住了，这个门我以为能传开呢，就差最后一点，真差一点。对，乘云都交了，他准备去我门走，结果发现门没开，他只能拐进去。哎呀，太痛苦了。但是你别说，挽留只差13秒啊！如果说求生者尝试打一下，是不是真有机会4跑？但是打状态要时间啊，打状态要时间。对。然后影视也不会老老实实站在椅子面前，肯定会出去的。气象有上过椅吗？不知道塔人明天感冒能不能。